他是支配世间一切宝物的盗墓之神，逆天改运的金斧子，斩断一切的妖刀村镇，掌控时间的神之乌鸦，通通都被徐浩军收入囊中。这些源自神话与传说中的宝物都被埋藏在坟墓中，只要获得宝物，普通人一夜间就能逆袭成传奇。然而徐浩军已经没有时间了，来自雇主的背叛让他和他的盗墓小队群居，下一秒就要葬身于巨蛇的口中。可就在这个时候，时间突然静止下来，长着4只眼睛的乌鸦凭空出现。我给你一个机会，放手一搏，我们就在神之宝座上再见吧。一瞬间，时间倒转，岁月重构。徐浩军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重生回到15年前的监狱里，面前还出现了一行不友善的系统仪式。盗墓者徐浩军连铁锹都不会用的废柴，以解锁基本技能探测耳机。该死的乌鸦，你是把我的人生当成游戏了吗？这时弹出新任务，激活4项基本技能，成为真正的盗墓者。冷静下来，徐浩军才发现自己的感官变得极为敏锐，也就是说前世的能力都还在，那我就可以抢占先机，把那些没出世的神级宝物全部据为己有。他咧着嘴巴露出一个高深莫测的笑容，这可真令人期待啊！这时好兄弟金大哥将徐浩军带出了警局，从他口中徐浩军得知现在还没有出现宝物使用者，那自己必须马上行动。可就在回去的路上，4个流里流气的混混突然出现。徐浩军，你是要去哪呀？看到来人，徐浩军愣了一下，居然是上辈子欺压过自己的黑中介庞。不过下一秒他就乐了，正愁没地方攒钱启动资金，这不就来了吗？徐浩军也不废话，扑哧一拳直接干爬了为首的黄毛，态度嚣张的表示：傻 X 回去转告你们老大，以后我不跟你们混了，还有把欠我的离职工资通通交出来。剩下的流氓一拥而上，然而在有着前世记忆的徐浩军面前，弱的就像路边的野狗一样，随随便便就能轻松秒杀。该死的小子，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其中一个流氓掏出了刀子，徐浩军使用探测技能一扫更开心。没想到小混混手里居然还有一把 C 级宝物埃及入殓师库深之匕首。徐浩军躲过攻击后，反手就把宝物夺了过来。这把刀应该是这么用的，他眼睛中爆射出几缕寒光，瞬间就开启了宝物的特殊能力。几个人的行动在徐浩军眼中不仅变成了慢动作，身体各部分的弱点和骨骼也被一眼看穿。2个混混甚至感受不到徐浩军的眼，身上爆出了一团团鲜红的血花。徐浩军把玩着匕首慢慢走到众人当中，不想死的话就快点还钱。几个人乖乖跪在地上，兜里也给掏得干干净净。徐浩军开开心心的走了，现在有了初始装备和启动资金，接下来只要找到古墓就能开始寻宝了。可还没来得及高兴，徐浩军就愣在了原地，看着眼前高高隆起的古国，他心中就一个念头：卧槽，古墓居然刷在我家门口了！他将匕首丢入水中，巨蛇马上吐出了一对价值1000万的金银双笔。男人只要回答想要原来的匕首，就可以轻松过关，获得3份奖励。然而徐浩军却选择一刀划开巨蟒的大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古墓里的隐藏大奖。原来徐浩军回家后发现，一处蕴藏着宝物的古墓刷新在了自己家门口，周围的居民在宝物的力量下变得狂躁易怒。他躲在人群中默默观察，记得上一世有人得到了这里的宝物，那现在这个人应该就在附近。这时徐浩军注意到自己的室友和士兵起了冲突，他二话不说一脚踢翻对方，大声呵斥道：居然把武器对准民众，你疯了吗？士兵被这么一踹清醒了不少，出于内疚说了点小道消息，后面已经被军方封锁，还请了外国来的专家，相信你们很快就安全了。徐浩军一听外国专家，瞬间意识到不好，他知道米国和小日子早在宝物出现之初就开始搜刮各国的国宝，而现在这些混蛋居然把目标打到了自己家门口，真是太不要脸了，以为我会把宝物让给你们吗？徐浩军决定先一步行动，他跟着地面上的红色字体不断前进，这些字体被称作古代文字，对普通人来说是毫无意义的鬼画符，但对于盗墓者来说，古墓里的情况、宝物周围藏有的陷阱与规则都写得明明白白。徐浩军依靠前世的记忆轻松破解了上面的内容，原来这次的宝物名为金斧子与银斧子，入口就在前方的大桥下面。这时系统传来提示，获得称号超凡解读师，基本技能语言学激活。徐浩军自信一笑，自己应该比他们快上不少了。他拿出匕首用力一划，脚下的地面顿时喷出一缕红色光芒，古墓的入口正式开启。远处小日子和米利坚的特工也注意到了天空中的异象，两人一前一后的赶到桥下，却只看到不断冒光的出口。出于谨慎，他们选择投石问路。洞内的徐浩军马上听到了动静，看来是那些傻瓜跟上来了呀。通过阅读墙上的古代文字，徐浩军先一步触发了古墓里的陷阱，随后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墓中心，一处散发着淡淡荧光的水潭。就在他将匕首丢入水潭之时，一阵轰隆隆的水声也引起了两位特工的注意。该死的，哪里涌出来这么多水啊！汹涌的水浪将二人像垃圾一样冲走，而在徐浩军这边，水潭中央也渐渐泛起了波纹。下一秒，一只100米长的巨蛇钻出水面，他口吐人言，上来就张开嘴巴问道：“这把金匕首和银匕首哪一把才是你掉的呢？”徐浩军呵呵一笑，宝物诞生于各种传说故事，而眼前的宝物就是大名鼎鼎的金斧头与银斧头。所有人都听说过的故事，却藏着一个致命的陷阱。他告诉巨蛇，这2把匕首都不是我的。巨蛇听后浮现出一抹惊讶之色，再次张开嘴巴时，舌头上正躺着原本那枚匕首。这个是你掉的吗？按照古墓的规则，徐浩军只要回答没错，这就是我的匕首。金斧头、银斧头再加上匕首都会落入他的手中。然而徐浩军却并没有急着认领，而是要求巨蛇靠近点。我想看看那个匕首是不是我掉的。巨蛇缓缓靠近徐浩军，却在伸手拿到匕首的一瞬间，使出浑身力气，将匕首深深刺入了巨蛇的口中。这怪物痛得嘶嘶大叫，愤怒地质问徐浩军：明明马上就要通过测试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做？闭嘴！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这怪物吗？我收下宝物可是会变成杀人狂的，对吧？原来古墓内藏有一真一假2只金斧头。
如果按照刚才的步骤，徐浩军只能获得赝品，最终被斧子的力量影响成为杀人狂。而要想获得隐藏的真正金斧头，必须要征服这只大蛇，用自己强大的力量支配它。在寻宝过程中，人和宝物会有3种关系，分别是合作、支配与契合。第一种合作最简单，代价却是宝物会释放出毒气，让人生病住院，必须要特殊的治疗性宝物才能续命。前一世徐浩军就因此受控于王会长，所以这一世徐浩军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用自己的力量支配宝物。如果你不向我低头，我就直接把你毁掉。你以为我做不到吗？徐浩军用力转动匕首，在巨蛇惊恐的嘶吼声中，他的身体变成了一阵金光，而下方的水潭不断翻腾。徐浩军却握住了那柄金色的斧头，传说中的神器被他成功降服。他刚刚盗取了小日子的国宝妖刀村正，可下一秒却将妖刀丢进了马桶，只因徐浩军选择了一条支配宝物的霸道之路。如果不想死，他就必须降服妖刀，成为他的主人。原来徐浩军获得金斧子之后，马不停蹄地赶到了下一处古墓刷新地，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了小日子高级特工安倍。安倍还不知道徐浩军就是夺走金斧子的神秘人，徐浩军却感应到他身上有宝物的气息，于是故意摇晃起手中的啤酒。等安倍靠过来的一刹那，黏糊糊的直接呲了他一脸。八嘎，你这是在找死吗？徐浩军表面上道歉，手却直接伸到了安倍的兜里，一瞬间就摸索出这家伙有2件宝物。可准备下手之时，地面突然发生剧烈震动，两人同时一袭古墓要出现了。徐浩军先一步跑去找入口，而安倍则拿出电话报告情况。然而电话那头却很是焦急。安倍先生，预言说那个夺走金斧子、银斧子的神秘人就在你腹中，预言还说你要小心啤酒。听到这话，安倍瞬间反应过来，徐浩军就是预言中的那个人。他连忙寻找徐浩军的位置，见到人之后直接掏出了武器，不许动，把包打开。而徐浩军并未急着动手，因为系统发出警告，有强大的气息从地底喷发，两人脚下的地面迅速开裂，刺眼的强光直接冲破了夜空。等光芒散去，所有人惊讶地发现，刚刚的大楼已经变成了长满刀剑的地下墓穴。徐浩军也认出这次的宝物是传说中的妖刀村正。所谓村正是日本古代有名的断刀家族，然而他们生产的村正刀却因为斩杀了当时的将军，被下令全部销毁，而妖刀之名也因此流传开来。无数村正的怨气形成了这古墓。徐浩军看了眼被怨气灼伤的皮肤，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正打算寻宝时，安倍举着枪威胁到不许动，把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徐浩军没有丝毫慌张，反而一个劲的怂恿安倍开枪。小日子有种一枪打死我呀！愤怒的安倍扣动了扳机，然而他不知道在古墓的范围之内，现代武器会失效。咔的一声，手枪直接炸膛了。徐浩军双手插兜吐槽安倍和上次一样不是自己的对手，你果然是抢走金斧头的人。你答对了，可惜没有奖励。徐浩军一把揪住安倍，用力将他丢进了充满怨气的陷阱中，随后马上跑路，来到一旁查看自己刚刚顺走的战利品——神纹手链和装在盒子里的年糕。这下我就有4件宝物了。由于刚刚的偷窃行为，系统直接给出了奖励：盗墓者基本技能手法与激活，以唤醒4项沉睡的技能，恭喜你成为真正的盗墓者。现在走出古墓获得奖励吧。徐浩军看着系统弹窗歪嘴的笑，自己真的是撞大运了。就在他打算走过前面的光桥抵达古墓中心时，下方突然传来了人群的惊叫声。原来是有人被吞正刀的怨气附身，正在对周围的人发动攻击。幸存者们大喊，是刚刚那个小日子恩将仇报，我们救他出来，他却把我们丢在了这里。徐浩军听后大骂小日子无耻，双腿一蹬贴着岩壁下滑，斩断了路径上的刀刃后，抛出神纹手链将被附身的人捆住。女孩手中的村正刀也到了徐浩军手中，来把人类杀死他们，你将获得真正的妖刀。区区宝物也敢命令我？徐浩军眼神一凛，完全不受怨气影响。他随手将刀丢弃，收回绳索后就让众人跟上自己。同一时间，安倍正在沾沾自喜，他以为没了竞争者，妖刀就是自己的囊中之物。然而连着拔出几把都不是真正的妖刀。就在他无能狂怒的时候，幸存者们赶了过来，众人一顿拳打脚踢往死里招呼这个小日子。而徐浩军大大方方地走过来，明明是你第一个到这里，却没找到宝物，还被人群殴，真蠢啊！他亮出金斧子，在宝物之间的相互感应下，一把锈迹斑斑的破刀上散发出了强大的怨气。徐浩军将妖刀拔出，手腕上顿时滋滋啦啦的冒出一股蓝色能量。幸运的人类，你居然找到了我，去屠戮10个同类，用血来唤醒我吧！在场所有人都听到了妖刀的低语。徐浩军扫视了一眼众人，冷冷地说道：妖刀村正，这就是你的测试吗？没错，快去杀人吧！我拒绝。徐浩军双手紧握住刀柄，区区一把妖刀也想控制我？别忘了，我才是你的主人。你这区区人类也想掌控我？两股意志在刀光中发生了激烈碰撞。当周围一切安静下来之时，众人只看到徐浩军手中握着一把散发着阵阵寒光的妖刀。徐浩军成功了，但只成功了一半。他用绳索安排众人逃生后，跌跌撞撞地来到了洗手间。由于刚才强行支配妖刀村正，他手腕已经被怨气灼烧得不成样子。如果继续使用妖刀的话，恐怕人直接没了。徐浩军愤怒地拿出村正，居然敢给老子狂给我进马桶里冷静一下吧！没想到刚把村正丢进马桶，系统就弹出了提示框：任务已完成，请从支配之路和亲和之路中选择你的奖励。女孩捡到了一本能预知未来的笔记，然而笔记却显示，即便能预知未来，你也战胜不了这个男人。不信邪的佐佐木由香决定主动出击，结果只看了徐浩军一眼，他就沦陷了。哥哥你好帅，我们可以谈恋爱吗？原来徐浩军获得妖刀村正后就关闭了古墓，在撤离之时还不忘一脚将小日子特工安倍踹了下去。
小日子高层因为这次失败大发雷霆，于是决定安排预言者对徐浩军的位置进行追踪。系统第一时间就通知他 ，S 级宝物未来季正在读取你的未来。徐浩军不怒反省，能预知未来的 S 级宝物是吧？你马上就是我的了。未来纪乃是日本古代的一本神书，这个宝物很早就来到人类社会，并主动选择了自己的主人佐佐木由香，他因此被日本盗墓集团看中培养，依靠预言能力飞黄腾达。而徐浩军这次的目标就是这个女孩。此时他还在家里傻乎乎的看帅哥演唱会，工作人员提醒他该去解读今天的预言了。由香很不情愿的坐在桌前，结果只看了一眼，他就尖叫着扑进了身边人的怀里，上面说我会死，而且密密麻麻的写满了我会死。由香现在很肯定徐浩军这个神秘人要来杀掉自己，工作人员赶紧鼓励他，由香小姐您可是拥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可以提前一步找到线索打败他。由香听后试着推算出徐浩军的位置，才发现他已经来到了日本，士兵们马上行动。殊不知徐浩军是故意暴露自己，他在本子上写下佐佐木死亡的话语，拥有户主意识的未来季肯定不会错过这样的内容，从而获取自己的精确位置。徐浩军看向身后的大门，这附近应该埋伏了很多士兵吧。事实如他所料，寿司馆外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小日子以为十拿九稳，于是决定再冒险一些，让由香进去和徐浩军碰个面，这样未来季就能彻底监控他。可是他是来杀我的呀，您只要进去看他一眼就好，那个家伙也不知道您的身份，而且我们这么多人都可以保护你。由香听后鼓起勇气拉开了大门，没想到徐浩军一个温柔的笑容，直接就撩动了小女生的芳心。哇塞，这位哥哥也太帅了吧，比我粉的爱豆还要帅。由香小心翼翼地奉上寿司，徐浩军礼貌地说了一声谢谢，他可不是怜香惜玉的主。确认由香的身份之后，伸手就摸向了包里的腰刀，场外的士兵们瞬间炸锅，那家伙要抽刀，由香小姐有危险。就在特工们准备一拥而上的时候，由香竟一把拉上了大门，门外的特工一脸懵逼，哥哥我可以做您的粉丝吗？徐浩军傻眼了，这是什么展开？哥哥您这么帅，一定是明星吧？士兵们捂着头，感觉事情乱成了一锅粥。这女人疯了吗？居然敢和他聊天。不过看徐浩军没有立即动手，他们也就决定等待上级指示。而在包间内，由香担心徐浩军听不懂，拿着手机敲出一段英文：我喜欢你，并且我能看见未来，我们做朋友好吗？你有女朋友吗？这幼儿园水平的英文加表情包看得徐浩军一头雾水。不过女孩那跃跃欲试的小眼神还是让他读懂了大部分信息，于是咧嘴一笑，决定将计就计。将手机递回去之后，由香的眼神瞬间亮了起来。门外的特工们还在好奇这里面怎么没动静，就听轰隆一声，大门直接飞了出来。徐浩军操控神纹手链将所有人捆了个结结实实。原来他在手机上回复：既然你喜欢我，那你愿意和哥哥来一场爱之逃亡吗？由香很惊讶，原来您会说日语啊。徐浩军穿上外套，直截了当的表示：没错，我不仅会日语，还知道外面有很多特工在保护你。由香一脸的崇拜：哥哥你好厉害，怎么什么都知道？我还知道他们肯定每天逼你做不喜欢的事情。就是可烦人了。徐浩军摸了摸女孩的脑袋，那我们就一起逃走，好好耍耍他们吧。这一套连哄带骗的操作，直接把小姑娘骗得服服帖帖。又帅又温柔，哥哥一定不可能是坏人。就这样，徐浩军大大方方的从包围里走了出来。S 级宝物未来季已经是他的囊中之物，现在我要和这位小姐去约会了。拥有神器未来日记的女孩只看了一眼男主，就爱上了帅气的徐浩军，不仅协助他逃过特工的追杀，还想要做徐浩军的女朋友。然而面对女孩的笑脸，徐浩军却举起了屠刀。原来徐浩军盗取了小日子的国宝妖刀村正，小日子高层直接气炸了，直接安排预言者对徐浩军的位置进行追踪。殊不知徐浩军是主动暴露自己，想以此将有着预言功能的 S 级宝物未来季收入囊中。然而双方都没想到未来季的主人佐佐木由香是个花痴美少女，看到徐浩军的第一眼直接沦陷了，掏出手机编辑了一条表白短信，就想让他当自己的男朋友。徐浩军将计就计，利用由香成功逃出了小日子的包围圈，确认四下无人之后，他回头看了看一脸兴奋的由香，这个女孩恐怕还想着和自己来一场爱之逃亡吧。可下一秒，散发着寒光的妖刀村正架在了由香的脖子上，女孩瞬间意识到不好，自己被渣男给骗了。徐浩军则是一脸坏笑的让他交出手机，随后一脚就给踩了个稀碎。哎呀，我的手机，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徐浩军比了个噤声的手势，绕到由香的身后小声说道：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吗？未来季的主人佐佐木由香小姐。由香都快吓哭了，这个人太可怕了，居然知道自己的身份，怪不得预言上说不要靠近他，不然就会死。然而徐浩军并不打算杀他，他将由香带到了一间咖啡厅，也不管女孩哭唧唧的目光，就使用神纹手链将她绑在了原地。你好过分，满嘴谎话，还说什么要和我约会。徐浩军用勺子挖了一大口冰激凌，呵呵，瞧你说的，我们这不就是在约会吗？我才不信呢，你到底想干嘛？你是想杀了我吗？徐浩军眼光扫了一眼旁边的妖刀，告诉由香，本来我是想杀你的，但现在改变主意了。徐浩军打算让由香为自己服务，召唤未来季，把之后几个月可能发生的事情全部写下来。可是未来季在我家里啊！徐浩军直接撸开女孩的袖子，让她通过纹身将宝物召唤过来。怎么连这种常识都不知道？由香试了一下，发现果真如此，便只能乖乖的将上面的内容写在了本子上。徐浩军炫完了一杯冰激凌，一边玩手机一边警告由香不许耍花样。我写了好多，手都疼了，能写多少就写多少，不许停下来。那我把未来寄给你好了，求求你放我走吧。徐浩军也不管女孩如何就一个劲的让她写预言。徐浩军不是怜香惜玉的人，要是能杀人夺宝，他早就把未来季抢过来了。只可惜未来季作为 S 级宝物，比妖刀村正还要高一个等级。
如果想要强行支配他，那可就不是废掉一条胳膊这么简单。这时徐浩军听到屋外传来动静，原来是小日子的士兵已经包围了这里。他回头看了一眼邮箱的情况，拿过笔记本之后就举起了腰刀。你要干什么？邮箱的眼泪都要出来了。却见徐浩军冷笑着挥出一刀，直接扎在未来季之上。一瞬间，未来季的惨叫声回荡在房间内。人类，你要做什么？邮箱露出一个不解的眼神，随后就浑身脱力摔倒在地。徐浩军没有告诉他自己其实救了邮箱一命。在上一世，邮箱虽然依靠未来季过上了吃喝不愁的生活，但由于他的学习成绩很不好，很多古文都看不懂。小日子高层干脆卸磨杀驴，让同类型的预言者接替了邮箱的位置，并将他残忍杀害。而现在徐浩军摧毁了未来季，不仅救了邮箱一命，系统还传来提示：摧毁 S 级宝物获得称号粗鲁的宝物破坏者，支配力提升，探测技能升级为1级。徐浩军正查看信息的时候，可房间大门被人一脚踹开，小日子的士兵们赶了过来，看到未来季正在不断燃烧，众人都气炸了。快把这个该死的家伙给我就地处决！面对黑洞洞的枪口，徐浩军没有半点紧张，他反手丢出宝物年糕，身形顿时一阵模糊。这个是你们的好兄弟安倍留下的宝物，你们好好品尝吧。众人拿到年糕后，很快就被味道吸引，各自争抢了起来。徐浩军则是出现在了飞机上，这东西真好用，不仅能扰乱敌人的心智，还能把主人瞬移到远处。他翻看着手中未来季的副本，心情很是愉悦。然而当看到里面的内容后，徐浩军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1月需前往贪欲涌动的地下城，届时撼动全世界的不祥之兆将会出现。他瞬间想到上一世赌城拉斯维加斯出现了大规模捕墓群，成为了轰动全球的顶级事件。在这起事件中，不仅让宝物变得为世人所熟知，更引出了一件 SS 神级宝物的存在。最重要的是，自己的仇人王会长就是因为得到了那件宝物，才成为了轰动全球的大人物。徐浩军合上笔记，这次的神级宝物和王会长他一个都不会放过。他仅用1枚游戏币就狂赚7000万美刀。工作人员怀疑徐浩军作弊，却根本找不到证据。可就是这样一个堪称赌神的男人，只是看了路过的妹子一眼，竟吓得直接跑路。只因这个长相甜美的姑娘是个人形扫把星，只要靠近就会变得不幸。原来徐浩军从未来季中得知，赌城拉斯维加斯会出现大规模捕墓群，同时一件足以改变世界的神级宝物也会在这里出现。他马上飞到赌城，还带来了3个小弟，而这些人是小混混出身，吵吵闹闹，完全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徐浩军决定露一手，让3人跟上自己，闭上嘴巴，一会儿让你们看看什么叫赌神。说完便双手插兜走进了赌城最豪华的赌场。众人还以为他要和电影里一样秀翻全场，结果徐浩军只是坐在一台普通的老虎机跟前，机器就跟疯了一样开始不停的吐甜。小弟们都傻眼了，他随随便便选一台就能赚几千万，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徐浩军晃了晃自己的票据，愣在这干嘛？跟大哥我兑奖去。3人看着上面的数字都傻眼了。徐浩军，你这赢得也太多了吧，人家赌场能乐意吗？果然一个工作人员伸手将众人拦了下来。对不起先生，我们要检查一下您是否使用了违规操作，请配合。徐浩军一副淡定的模样，搜身是吧？随便你。工作人员就这样来回检查了好几次，实在是没摸出什么东西。倒是徐浩军手上一个金灿灿的水果刀吸引了对方的注意，这是我买的纪念品，金色的很漂亮吧？徐浩军刷的亮出刀刃，对方检查之后无话可说。殊不知这把水果刀其实是宝物金斧，只要握住发动了招财能力的金斧，徐浩军所选的机器就会疯狂吐钱。但赌场方面根本搞不懂里面的门道，就算检查机器也都是一切正常，只能夸赞徐浩军运气是真的好。小弟们很好奇，大哥你到底怎么做到的？不该问就别问，咱们换个地方说话。众人来到餐厅，看着包里的美刀，几个小弟已经完全疯了。要不我们直接回国做大富翁吧？徐浩军扫了一眼众人，他知道区区几千万根本就不够，自己的仇人王会长可是韩国最恐怖的财阀，于是再次拿起了金斧子回到了赌场中。金斧子很开心，哈哈哈，主人我就喜欢钱的味道，我们每天都来这里好不好？别逼逼，赶紧给我找能发财的机器。好嘞，我这就去。叮的一声，系统提示宝物非常喜欢这里，您与宝物的亲和力提升，探测技能熟练度升级。徐浩军捏紧了金斧后，他走的可是支配宝物的霸道之路，如果让这些宝物们太开心了可不行，于是决定干完这一票就收手。然而一旁的小弟却大喊，大哥你的包里有东西乱动。徐浩军拉开一看，居然是银斧子在兴奋的大喊，主人快让我出场吧。和能找出财宝的金斧子不同，银斧子会去砍那些威胁主人财物的别人，此刻的自己财神附体，银斧子怎么会有反应呢？这时徐浩军注意到身后有几个人起了争执，难道是古墓提前出现，影响了周围人的心智吗？突然一阵高跟鞋的声音传来，徐浩军转头看去，飘逸的长发，娇美的面容，一个身材凹凸有致的大美女出现在了赌场当中。身后的小弟一瞬间就被吸引了目光，大哥快看有美女哎，简直比明星还漂亮。徐浩军却像见了鬼一样，招呼众人拿上钱赶紧跑。只因这个女孩的身份不一般，她是金融大鳄赫尔顿家的小女儿艾尔琳，同时也是一位神级宝物的主人。凡是拥有神级宝物之人，都会获得一个某某之王的称号，而艾尔琳的称号最为恐怖，她被人称作破产之王，走到哪里那里的人就会身患重病，企业破产，甚至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而就是这样一个可怕的女孩，在看到徐浩军之后却眼神一亮，兴奋地朝他跑了过来。喂，别走啊，等等我！徐浩军哪里敢停下脚步，哒哒哒的就往门外逃。然而手刚碰到大门就传来一阵刺痛，系统更发出警报，门里传来强大的煞气，你所持有的宝物会受到极大伤害，注意耐久度已降低。徐浩军气得当场吐出了一句西巴，然而艾尔琳却已经趁机跑过来，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兴奋地说道，你等一下，我有话想跟你说。他是身价万亿的财阀掌门，
却因看了路过的女孩一眼直接破产。王会长都懵了，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有徐浩军露出得意的笑容，毕竟这个女孩可是他打败王会长的秘密武器。原来女孩的身份并不简单，她是金融大鳄赫尔顿家的小女儿艾尔琳。世人只以为这是一位超级白富美，唯有徐浩军知道艾尔琳是被神级宝物选中的主人，她是未来的破产之王。在神级宝物的影响下，任何靠近艾尔琳的人都会重病加破产，哪怕是身价万亿的王会长也顶不住神级宝物的攻击。所以当徐浩军看到艾尔琳朝自己冲来的时候，冷汗挠的一下就冒了出来。你好，我有话想要跟你说，只是被碰了一下胳膊，系统就弹出了一大堆警告。被强大的煞气袭击，宝物耐久度迅速降低，好运被阴影笼罩，所有收益降低。徐浩军赶紧甩开女孩的小手，几乎是尖叫着喊道：“别碰我！”艾尔琳连忙道歉：“对不起，我看到您实在是太高兴了，可以请教一下您是如何这么幸运赢到那么多奖金的吗？”身旁的两个小弟很好奇，一个外国金发大美女怎么能把大哥吓成这样？她可是网络上很火的顶级白富美啊！徐浩军皱着眉直接否认：“不好意思，你认错人了。”说完头也不回的继续往外跑。小弟们都看不下去了，大哥他可是超级白富美啊，你怎么能这样的？快回去给人家多聊聊啊！徐浩军在心里大骂这些蠢货，结果一扭头，几个小弟已经捂着肚子鬼哭狼嚎的躺在地上，而艾尔琳则是一脸的无辜：“对不起，我也不想的。”徐浩军赶紧将三人拖到安全地带，再三警告道：“离那个女人远一点，等我参加完拍卖会再给你解释。”徐浩军很不爽，本来还想多捞一笔，现在只能硬着头皮上。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徐浩军看到王会长的女婿尹诗雨正在一旁叽叽喳喳，那就说明自己的仇人王会长应该也在附近。当两人从徐浩军面前走过的时候，徐浩军的眼神瞬间锐利起来。他到现在都不会忘记自己被王会长设计进入必死古墓的场景，被巨蛇啃食身体的场景，仿佛就发生在上一秒。徐浩军暗暗发誓，等会拍卖开始后，我就要把那些属于你的宝物全部夺走，重活一世，这次我才是赢家。可刚要进门时，身后又传来了一阵骚乱声。奇怪，我的股票怎么跌了？我的手机也没信号了，怎么回事？徐浩军瞬间慌了，这个场景怎么这么熟悉？一转头，他就发现了远处的艾尔琳，对方眨巴着大眼睛，直接就走过来。求求你，请听我说几句话好吗？我真的很绝望。徐浩军咬着牙就往前走，结果砰的一声撞在了大门上。艾尔琳马上关心的问道：“你没事吧？我这样像没事吗？都是因为你跟着我。”被徐浩军一凶，艾尔琳反而很开心。对啊，就是因为我。他看了看周围，凑到徐浩军面前小声说道：“那个我不知道你信不信，只要是我周围的人都会变得很不幸，所以我想像你一样变得幸运起来，这样周围的人也许会幸福起来。”徐浩军很难把印象中一脸桀骜的破产之王和眼前纯真的艾尔琳联系在一起，但看她的样子似乎真的是个善良的女孩。只要你能帮我转运，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可徐浩军已经被逼到了墙角，系统却突然发出了提示，再次遇到致命性神级宝物攻击，免疫力已激活，对宝物攻击的抵抗性上升。他马上想起自己曾经吃下过系统给的奖励名单，竟然是他起作用了。由于艾尔琳不停的影响，徐浩军的免疫力也在不断上升。想到这里，他忍不住笑了起来，自己可以待在这个女人身边，让她帮忙提高免疫力，而且还能影响他人。徐浩军看了一眼王会长，果然这个老东西已经开始咆哮了。你说什么股票大跌，工厂着火，我这就要破产了吗？徐浩军听完就觉得浑身舒坦，再看艾尔琳都觉得她可爱了许多，于是正式发出邀请。幸运这个东西很奇妙，一会儿我要参加拍卖会，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就和我一起去吧。艾尔琳红着脸瞬间激动起来，从小到大没有一个男孩敢这样邀请她，于是直接转过身，一路小跑着就去买入场券。徐浩军看着女孩的背影，露出一个得意的笑容。未来的破产之王艾尔琳，有你在我身边的话，会带来怎样的变化呢？他当着妹子的面举手承认自己需要补肾，只为吃一口白富美的软饭，让他帮忙买下这颗价值5亿美元的壮阳神树。原来徐浩军在拍卖会上遇到了身负神级宝物的超级白富美艾尔琳，任何人靠近他都会被煞气攻击，会生病加破产。然而徐浩军却能仗着以前吃过系统给的名单，成功在艾尔琳身边站稳脚跟。两人有说有笑的进入了拍卖会场。徐浩军不时打量着身旁的女孩，现在的她天真善良，看来是在神级宝物的影响下才会变成上辈子一脸邪气的坏女人。那个谢谢你，从小到大都没人能听我倾诉苦恼，现在我感觉好多了。艾尔琳撩着头发，脸红红的，心情似乎很好。徐浩军报以一个礼貌的笑容，刚准备说两句，系统突然传来了警告，宝物的威力随对方心情变化而增强，并且对方宝物威力猛增。艾尔琳在这边笑得一脸灿烂，徐浩军却感觉到一股无形的煞气从拍卖场中心炸开，整个大楼在艾尔琳的影响下剧烈摇晃，各种警告弹窗也不停出现，宝物们也在嚎叫，该死的主人，为了约会我们都要爆炸了，你快想想办法呀！徐浩军耳边响起宝物们的惨叫，虽然自己免疫力上升得很快，但这么下去宝物也要坚持不住。于是他赶紧让艾尔琳冷静下来，看着女孩失落的表情，徐浩军总算松了一口气。同时他发现由于艾尔琳的影响，场内的客人们都变得暴躁起来，喊起价格来容易上头，于是故意迎合艾尔琳的话题，让参加拍卖的人们疯狂砸钱消耗他们的财力，而自己则趁机捞到了不少好东西。然而王会长这个老登自控力极强，虽然身边一直传来负面消息，但他还是一张扑克脸，没有半分焦躁。直到一件藏品的出现，才让王会长的脸上有了明显的变化。徐浩军也意识到自己苦苦等待的神级宝物终于现身了，这是一颗神秘的杏树幼苗，传说中可以结出长生不老果的治愈系神级宝物。
徐浩军马上举手，这个东西他志在必得。然而王会长也不甘示弱，在上一世就是他得到了这个宝物。徐浩军为了获得果实抵抗宝物的毒性，才不得不给王会长卖命。该死的老东西，这次我绝不会让你得逞！看到众人反响热烈，主持人很兴奋。据说这棵树结出的果实能补充阳气，男士们的眼光都很好啊。徐浩军脸色一变，这帮普通人把宝物当成什么？不过还是红着脸举起手，丢人就丢人吧，哪怕全世界都以为我肾不好，也要把宝物拿下来。两人开始了疯狂叫价，价格也很快超过了徐浩军自身的承受范围。那是时候打出自己的王牌了。徐浩军看向身旁的女孩，艾尔琳小姐，我可以帮你解决你的问题，不过你要把那棵树苗给我。艾尔琳听后信心满满，不就是砸钱吗？这个我可以。于是当王会长喊出1亿美刀的高价时，艾尔琳笑眯眯地伸出2根手指，我出2亿哦。王会长气疯了，这该死的女人，你在故意找茬吗？身旁的女婿提醒他，会长要不还是算了吧，她是赫尔顿家的小女儿，他们家可是真的富可敌国呀。王会长咬紧牙关，有钱了不起啊，老子也有啊。于是一口气又喊到了3亿。看着自己的仇人苦苦挣扎却失败的样子，在旁看戏的徐浩军感觉太有意思了。最终艾尔琳用5亿美刀拿下了树苗。徐浩军问他，花5个亿你家里人不会说什么吗？才5个亿有什么好说的？艾尔琳才不在乎这些，他只想知道徐浩军会怎么解决自己不幸的问题。这个好办，只要你去掉某样东西即可。艾尔琳听得一头雾水，去掉什么呀？我不明白，就是把你身上的东西都丢掉。可是我试过了，它没有用啊。那你身上有纹身吗？看着女孩不知所措的面容，徐浩军意识到自己说中了，艾尔琳身上一定有宝物纹身。宝物一般分为消耗型和契约型2种，有纹身的就属于契约型宝物。和消耗性宝物不同的是，契约型只有主人能使用，并且没有使用寿命。艾尔琳有些紧张的拿出了手机，我还是给您看看照片吧。徐浩军接过来一看，如同巨蟒般的黑色纹路爬满了女孩的双臂，她的表情变得极为严肃，这表示艾尔琳的宝物是最稀有的寄生型宝物，它们和主人同生共死极为罕见。看着一脸担忧的女孩，徐浩军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这件事需要从长计议，如果不能帮艾尔琳去掉身上的煞气，那就和她搞好关系，让她成为自己最坚定的战友。他养了一棵爱打人的树苗，为了每天挨揍，还让手下们把树苗当亲爹一样供起来。只因这棵树苗是价值5亿美刀的不老神树，结出的果实更是能让人长生不老。原来徐浩军在拍卖会上靠吃白富美的软烂，成功夺取了神级宝物不老神树。他一开始想要用支配力降服对方，奈何树苗性子刚烈，宁死不从。滚啊，人类离我远一点！徐浩军只能让手下们好吃好喝的供着这位大爷，而自己前去解决即将到来的麻烦。没错，在得知树苗被徐浩军拿走后，王会长派出了自己的女婿尹时雨前去交涉。殊不知徐浩军根本就没想过交涉，对于这些老仇人，他只想掠夺他们身上的所有宝物。他主动现身酒吧，尹时雨果然被吸引了过来。打扰了，你是徐浩军先生吗？徐浩军并不吭声，上一世他和尹时雨斗了半辈子，非常了解这家伙的弱点是毅力。果然尹时雨绷不住了，一掌拍在桌面上，你耳聋吗？我在和你说话呢。徐浩军则眼神一狠，猛地出手将他摔倒在地，随后更指着尹时雨大喊，我想起来了，你是跟在那个老头旁边的马屁精。接连的挑衅让尹时雨彻底疯狂，掏出一瓶黄色粉末就朝徐浩军砸了过去。可徐浩军却不闪不避，反而露出一个自信的笑容。只因系统传来提示，对方情绪失控，支配力暂时减弱。尹时雨懵了，瓶子里的粉末怎么洒不出来啊？而徐浩军却在这时直接摁住了他的脑袋，反手一下就让他跟地面来了个亲密接触。你个蠢货，支配力下降，当然用不了宝物呀。他一把夺过小瓶子，里面装的东西徐浩军再熟悉不过，这个宝物叫做福州僵尸粉末，巫师们可以用粉末把活人变成受自己操控的僵尸。徐浩军直接兑了半瓶子出去，尹时雨顿时惨叫起来。隔天就上了新闻头条，某韩国男子街头果奔疑似吸食了违禁药品。王会长看到新闻后肺都气炸了，同时也意识到徐浩军没有那么好对付，于是又派出了自己的左膀右臂李律师。和尹时雨不同的是，李律师选择在机场和徐浩军谈判。你好，王会长愿意出1个亿邀请您加入我们的盗墓团，我们不会干涉你的私生活，过去的事情就一笔勾销了吧。徐浩军一边喝着汽水一边看这个女人表演，在发现对方软硬不吃之后，李律师冷冷地说道，你抢走了王会长的东西，如果他决定报复你，你知道后果多严重吗？徐浩军一听直接乐了，他等的就是这句话，掏出僵尸粉末在李律师面前晃了晃，律师小姐你应该认识这个吧。说完便拔开塞子，直接倒在了女人的身上。李律师不停拍打着身上的粉末，他怒斥徐浩军是个疯子，居然在普通人面前暴露宝物的存在，那又怎样？我可不像你们想把所有宝物隐藏起来据为己有。说着还让旁边的人拍照，一会儿这位小姐姐可能会和新闻上一样股份哦。可惜的是李律师意志力比较强，他使用出自己的宝物召唤出水弹向徐浩军发起了攻击。然而徐浩军背后却突然出现了一根印着人像的石柱，原来这是他在拍卖会上得到的汉摩拉比法典，其中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宝物的效果也十分霸道，可以反弹对手的攻击。李律师就这样被自己的水弹浇成了落汤鸡，他跪倒在地，知道这场战斗自己已经输了。而徐浩军并不打算就这么放过他，银斧子把威胁我财产的敌人劈开吧。很快几个警察从王会长身边跑了过去，对讲机里还传来全国女子袭击路人之类的词汇。听到这个消息的王会长哪里还不知道手下又白给了，他一个闪身直接出现在了徐浩军面前。你就是徐浩军吗？你把事情给闹大了呀！王会长双手插兜，一边打着招呼一边朝几人走了过来。小弟们刚想回话，却发现自己的身体竟然失去了控制。看着眼前如同恶魔一般现身的王会长，徐浩军抽出匕首瞬间移动到他身后。王会长居然对人使用支配力，而且还是对我的手下，不想死的话就赶紧住手。王会长眼中闪烁起妖异的紫光，
就凭你也想教我做事？而小弟们身上的压力顿时一轻，却没注意到王会长的手心里浮现出一团噼里啪啦的紫色能量。敢对我这么说话，你们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吧！徐浩军被沙漠死神抓走审判，明明坏事做尽，却成了死神认证的模范好人。不仅轻松完成了古墓里的隐藏任务，更一口气收走了3个神级宝物。原来徐浩军在机场和自己的死敌王会长展开了正面交锋，双方正要拼死一搏之时，一道声音喊停了2人的动作。愚蠢的人类，马上给我住手！打断决战的竟是帮徐浩军重生回现在的神之乌鸦。乌鸦警告2人不可在此地动武，否则会惊动祸害人类的豺狼与猛犬。王会长对此不屑一顾，甚至爆发出更强的气势，准备将神之乌鸦也收入囊中。可就在这个时候，整个世界都震动了起来，徐浩军的眼前也开始疯狂弹窗，警告极具杀伤力的埃及病原菌正在入侵身体，将引发强大灾难的神级宝物群正在袭来。这豺狼猛犬再结合系统的警告，徐浩军马上联想到自己可能惊动了埃及神话里的死神阿努比斯的古墓。而下一秒，机场周围升腾起数座高耸入云的金字塔，全球各地也都出现了恐怖的埃及古墓。记得上一世这样全球规模的古墓起码持续了3个月，徐浩军已经没有了战斗的打算，喊住自己的小弟就准备前往寻宝。我什么时候说过放你们走了？王会长冷冷地说完，就使用强大的支配力压的众人根本无法起身。就在他打算彻底了解徐浩军的时候，一黑一白2条白色大狗突然出现在了半空中。白狗一声咆哮，卑贱的人类竟然敢在我的地盘上撒野！徐浩军身上的压力顿时一轻，但眉头却皱得更紧了。只因这条白色大狗乃是埃及神话赛特神的宝物。赛特是破坏与邪恶之神，并且性格暴躁，喜爱杀戮。而身旁的黑狗则是大名鼎鼎的阿努比斯，他脖子上的项链则是奥西里斯，两者分别对应埃及神话中的死神与冥王。3大神级宝物现身，怪不得整个世界都变成了巨大的埃及古墓。来不及多想，3大神就合力发动了第1轮攻势，一股死亡气息瞬间笼罩了在场的所有人，小弟们一个个倒下，就连王会长也跪倒在地，咳出鲜血。他一脸不解地看向徐浩军，凭什么你这狗崽子不受影响？而徐浩军则露出一个得意的笑容，你这老家伙怎么能跟我比呢？鼻子灵敏的赛特给出了答案，我闻到了乌鸦的气息，那个背叛了我们投靠人类的家伙，是他在保护这个人类。奥西里斯吐槽，你鼻子坏了吧？乌鸦明明被我们封印起来了，我的鼻子好得很，你这该死的！徐浩军对这俩的内讧并不意外，在埃及神话里，赛特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哥哥奥西里斯，而这样的恶劣关系也继承到了宝物们身上。趁此机会，徐浩军打算发动偷袭，没想到阿努比斯先一步识破了他的想法。人类，你在打什么鬼主意呢？徐浩军脚下顿时出现一团耀眼的金色光芒，身形不断下坠，竟然摔在了一方巨大的天平之上。而现出本体的阿努比斯则出现在前方。人类准备接受我的审判吧？听到这话，徐浩军歪嘴一笑，他知道自己触发了阿努比斯宝物的任务。上辈子他见过阿努比斯神的主人，小朋友说这个任务很简单，只要一路说是就能轻松过关，自己还能说给小孩子不成？结果阿努比斯第一个问题就让徐浩军愣在了原地，你是否从未偷过东西？他的冷汗瞬间流了出来，可还没想好怎么编瞎话，接着一大堆问题就随之而来。你是否从未殴打过他人？你是否撒过谎？你是否从未好过色？徐浩军这才明白为啥那个小孩能轻松过关，因为自己这样的成年人或多或少都犯过错。呵呵，人类你真是罪行累累啊！阿努比斯伸手就将徐浩军抓了起来，你的心比钢铁还要沉重，给我落入地狱吧！说完便召唤出地狱的大蛇，将徐浩军一口吞没。他被沙漠死神抓走审判，不通过就会被丢入地狱，遭万鬼啃食而死。然而徐浩军却反过来怒踹死神狗头，用殴打考官的方式让死神哭着宣布：恭喜你通过审判，成为了我的新主人。原来徐浩军和王会长的大战惊动了沉睡在地下的埃及古墓群，3个埃及神话中的神级宝物阿努比斯、赛特、奥西里斯同时登场。徐浩军也因此被阿努比斯盯上，被他使用宝物能力拉进了审判空间。他原本很兴奋，毕竟上辈子收服阿努比斯的是个小朋友。小孩说这个审判很简单，回答问题的时候说是就能一路过关。然而阿努比斯的第一个问题就让徐浩军笑不出来，你是否从未偷过东西？徐浩军冷汗直冒，这不是废话吗？自己可是盗墓者。阿努比斯的狗嘴瞬间咧到了眼角，我就知道你是个十足的恶人。他伸出大手将徐浩军抓起，直接丢入了象征着地狱的大蛇口中。在这里，徐浩军并未死去，而是遭遇了鬼怪们的围攻。他拿起一根鼓棒防身，然而鬼怪们死后还能重新复活。很快就有一只将徐浩军扑倒在地。完了，难道我又要死了吗？这时一道耀眼的光芒从他体内喷发，强大的力量将所有鬼怪瞬间轰飞。愚蠢的人类，看来你要顶不住。乌鸦张开翅膀从徐浩军体内翱翔而出。好久没有亲自上阵了，就用埃及神系的力量和你们玩玩吧。眼看那些鬼物重新集结，乌鸦再次张开翅膀，耀眼的蓝光夹杂着无数闪电，瞬间撕裂了鬼物们的身体。而整个审判空间也在这一击之下咔嚓嚓出现了裂纹。赛特和奥西里斯都被吓了一跳，阿努比斯的审判空间居然裂开了。区区一个人类怎么可能做到？而王会长也被眼前的一幕惊得目瞪口呆。下一秒，整个审判空间轰然炸裂，看着完好无损的徐浩军与乌鸦，赛特愤怒地吼道：“你这个小偷居然偷走了太阳神的力量！”奥西里斯马上变成项链，开始治疗阿努比斯的伤势，但受伤过重的他还是蔫了下去。你居然投奔人类，摧毁我们的战友，并吞噬他们的力量，乌鸦，我们就算把你撕碎，也难解心头之恨。徐浩军看向身旁的乌鸦，他们说的是真的吗？乌鸦没有给出回答。
倒是奥西里斯先开口：“赛特，我们启动能力吧，摆平这些家伙，然后去通知其他人。”愤怒的赛特早有此意，呲着牙将实力提升到了极点。两大神级宝物的身影一阵扭曲，暗红色的光波不断向外扩散，无数亡魂死者爬出地面，全世界都笼罩在了埃及神恐怖的能力之下。乌鸦看向身旁的徐浩君：“人类，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徐浩君回以一个自信的笑容：“接下来就看我表演吧。”乌鸦很好奇，连我都奈何不了他们，你居然还这么冷静，而且他们都逃跑了的话，你一辈子也无法离开这个国。徐浩君拔出自己的妖刀村正，只要有宝物在手，就算是神我也不会放在眼里。而且那些家伙发动能力的时候，本体可是很脆弱的吧？说着便举刀冲向亡魂大军，刀光所过之处，竟是一片鬼哭狼嚎。乌鸦的身影渐渐消散，哈哈哈，真是有趣，那我就等着看好戏了。在亡魂大军的一处角落，三个看似普通的亡魂正聚在一起，他们正是宝物的本体：赛特之木桩、奥西里斯之沙漏，以及受伤后刚刚醒来的阿努比斯之十字章。让我们一起发动能力，把那个人类彻底消灭吧！有了阿努比斯的加入，让原本的亡魂大军全部缠上了一层坚硬的绷带，化作巨型木乃伊就朝着徐浩军发起了猛攻。面对这样的巨型对手，妖刀村正甚至卡在木乃伊的身体里拔都拔不出来。徐浩军却在这时掏出了埃及入殓师的匕首，匕首一出现就兴奋起来。主人，这感觉简直像回家一样，我感应到了阿努比斯大人的气息。徐浩军听后非常开心，那你就带着我去找到他吧。说完便举着匕首走入了巨型木乃伊当中。另一边，三个宝物自以为安全地躲在木乃伊体内，可徐浩军却突然出现，一刀将里面的赛特之木桩斩成了两半。不可能，你是怎么知道的？而奥西里斯之沙漏也没有逃过匕首的攻击。当最后一个木乃伊被徐浩军撕开之时，阿努比斯之十字架出现在了他面前。该死的人类，你到底想干什么？徐浩军咧嘴一笑，我只是想再次接受你的审判而已。不可能的，我们从不会给一个人两次机会，就算重新审判你也不会通过。可徐浩军却举起妖刀村正威胁道：“如果你不想化为灰飞烟灭，那就改变问题，让我通过。”为了活下去，阿努比斯再次将徐浩军带到了审判天平之上。不过这一次他的形象却和之前判若两人，成了一条真正的细狗。那个我要出题了。可徐浩军一把掐住狗头，出什么题？接下来你就按我说的做，听到了吗？第一题来问我是否偷过东西，你这人也太不要脸了吧！这样的审判还有什么意义？徐浩军继续加大力度，不想死的话你就改题让我通过。狗头终于哭丧着脸跪在了地上。人类不是很想得到我们吗？徐浩军表示要肯定是要的，但是如果你坏掉了，那就说明我们没缘分了。阿努比斯都被这个逻辑整无语了，在三个陪审团的目光中尴尬地问道：“你是否偷过东西？”徐浩军直接怒踢狗头：“狗崽子，给我用敬语！”随后就大大方方地承认：“是的，我偷过。”在徐浩军的殴打与强迫之下，阿努比斯哭着宣布：“恭喜你通过了审判，成为了我的主人。”系统也在此时提示：大规模宝物群3件宝物已降服1件，阿努比斯宝物之古墓完成通关。徐浩军的身影回到了现实世界，并且因为获得了神级宝物，各种数值在疯狂上涨。他抓住漂浮在半空中的阿努比斯十字架，以主人的口吻命令道：“宝物，给我关闭古墓！”徐浩军一刀斩下了仇人的首级，可王会长却笑着把脑袋接了回来：“我可是不死之身，你能奈我何？”徐浩军却冷笑起来：“不会真有人以为不死就等于无敌了吧？”原来徐浩军成功降服了神级宝物阿努比斯十字架，这让王会长意识到这个年轻人自己已经拿捏不住，于是果断认怂，态度卑微的表示：“刚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要不咱俩合作吧？以我的财力加上你的能力，肯定能登上世界之巅。”王会长说的天花乱坠，徐浩军却听出这老登想和上辈子一样把自己收入麾下。当听到那句“我们会为你提供医疗服务”时，上辈子屈辱的经历让徐浩军再也忍不住了，拔出妖刀村正一刀就让他闭上了嘴巴。你这老登还敢讲这些？然而诡异的是，喷出的血液却重新回到了王会长体内。徐浩军皱着眉骂了句恶心，他早知道会是这个结果。拥有神级宝物阿基里斯之躯的王会长可没那么容易杀死。传说中阿基里斯刀枪不入，只因他的海神老妈从小就提着儿子的脚踝给他泡了不死泉水。虽然给阿基里斯留下了脚后跟的弱点，但徐浩军知道自己就算去砍王会长的脚后跟，一样造成不了致命伤，只能找机会破坏他的宝物，把这个老登打成半死不活的植物人。怎么样？我承认你的确很优秀，不过你永远无法超越我。给你个合作的机会，难道还不够满足吗？看着王会长嚣张的嘴脸，徐浩军手中的妖刀村正散发出了猛烈的怨气。徐浩军眼神一狠，老东西，你知道什么叫以下磕碜吗？这把刀还有一个隐藏属性，那就是对方宝物的等级越高，它的杀伤力越强。徐浩军露出癫狂的笑容，为了报仇，他绝不妥协。这个疯子非要弄到鱼死网破吗？可王会长话还没说完，锋利的刀光就洞穿了他的身体。这一击灌注了徐浩军所有的支配力，让妖刀村正式放出了远超出级宝物的力量，代价却是让他支离破碎。重伤的王会长被一阵血色闪电包裹，这代表他体内的神级宝物正在不停挣扎。徐浩军只能召唤出汉谟拉比法典防守，结果整根石柱都受到了严重损伤。看着倒地不起的王会长，徐浩军握着断刀有些失望，自己所有的宝物都濒临报废，可还是给不了这老东西致命一击。不过看王会长的模样，恐怕比自己更糟，一时半会是没办法作妖了。回到酒店后，小弟很好奇，大哥你现在准备怎么办？而徐浩军掏出手机打给了艾尔琳。现在的他需要帮手一个能修复宝物的专家，这种人被叫做宝物修复师，可以让破损的宝物重新复原。而徐浩军就认识一个顶级修复师，人称诈骗之王的刘宇轩。上辈子两人就一起共事，徐浩军对他也算是十分了解。可是当艾尔琳看到刘宇轩照片的时候，却露出了惊讶的表情。这个人我认识，他骗了我哥哥，而且他已经死了。徐浩军的汽水顿时喷了出来，他怎么会死呢？这家伙现在才26岁，自己见到他时都30多了。
想来想去，这位诈骗之王应该是玩了一手假死，于是按照艾尔琳给出的地址来到了一间艺术品商店，上来就问到刘宇轩在吗？女人一开始还说她去世了，可是看到眼前这满满一袋子宝物之时，女人马上惊讶地捂住了嘴巴。徐浩军对这个反应很满意，他知道刘宇轩这个家伙上辈子就爱扣下人家的宝物，他自己就做个赝品交差，而这个女人是他的助手，两人的心都是一样黑。看到这么一大包，肯定会跑到旁边给刘宇轩打电话通知情况。果然，刘宇轩一听就坐不住了，什么居然有一袋子，而且还有埃及神的宝物！女人一脸得意，对要为首的那个看起来傻傻的，一看就是头肥羊。刘宇轩听后非常开心，马上让女人把宝物拿来修复。他以为自己钓到了一条大飞鱼，殊不知真正的猎人往往以猎物的身份出现，而徐浩军已经给他准备了一份大礼物。徐浩军在本子上写下骗我的人两腿之间会剧烈疼痛，被捆住的男人马上因髋痛扭成了麻花，只因他刚刚黑了徐浩军的宝物，不仅要黑，而且还造出赝品，想要蒙混过关。就在刚刚大战后的徐浩军来到了修复宝物的艺术品公司，他知道顶尖修复师刘宇轩能帮忙修复自己受损的宝物。说起刘宇轩，他本是一颗冉冉升起的艺术新星，却被自己的老师理查德设计，用宝物夺走了辛苦研究出的作品与画风。一夜之间，刘宇轩变成了人人喊打的抄袭狗，他也因此自暴自弃，走上了坑蒙拐骗的邪路。所以徐浩军也不惯着他，肯定要先教训一顿才能跟他讲道理。于是掏出莎士比亚的钢笔说道：“你知道这是什么吗？用这支笔写下的内容都会变成现实。”刘宇轩满头冷汗：“你到底想干什么？”徐浩军一边写一边念。可怜的刘宇轩正被人吊了起来，直到死前的那一秒都痛苦无比，而痛苦的源头就在他两腿之间。一瞬间，杀猪般的叫声响彻了整座大楼。刘宇轩痛得不停咕涌起来：“你这个疯子，快放开我！放开你可以，但要把合同签了。”刘宇轩就这样哭着签下了自己的卖身契。但徐浩军知道这小子没那么容易服气，自己要想收服刘宇轩，必须真心诚意，比如帮他平反，将黑心老师理查德拉下马。于是任由刘宇轩跑去投靠王会长。一开始两人聊得很不错，可一听说要揭露理查德的罪行时，王会长突然变了脸色。原来两人私底下关系就很好，未来还会加入邪恶组织潘多拉。刘宇轩自以为找到了一条大腿，其实却是自己跳进了火坑。就在刘宇轩被揍得跟死狗一样的时候，徐浩军酷哧一脚踹开大门杀了进来。这一瞬间，刘宇轩突然感觉这个该死的男人居然有点小帅。获救后的他态度好了很多，说说你想要我做什么吧。徐浩军道出自己受损的宝物，3天时间把这些全部修好，不然不许吃饭。开玩笑，你以为你是谁啊？徐浩军直接一拳把他锤成了猪头。少废话，赶紧开工，我们马上要去新的古墓了。原来在埃及三神作乱之后，世界各地都出现了古墓的报道，两人此次的目的地就是澳门的海上古墓。可刚下飞机，刘宇轩就突然慌张起来，不好，我的修复宝物被人偷走了。徐浩军也收到系统提示，您的宝物已经被狡诈的盗窃宝物盯上，能拥有如此手段的人，徐浩军心里马上想到了一个人，这时候的他应该是个小萝莉吧，于是派出绳纹手链自动锁定，顺着绳子就走进了女洗手间。在这里，一个绿头发的小姑娘被绳纹手链劈成了麻花，正在不停挣扎。哇哦，这不是美杜莎宝物的使用者薇薇安吗？居然抓到你了！刘宇轩一听，马上捂住了眼睛，他可不想变成石头。薇薇安被气得满脸通红，可徐浩军却不慌不忙地打了个响指，凑到薇薇安面前，露出怪叔叔的笑容。小朋友别挣扎了，只有成年女子才能启动美杜莎的宝物，你这么小，我是不会变成石头的。随后又掏出匕首，让小萝莉老实一点，否则会发生很可怕的事情。薇薇安气鼓鼓地坐在地上，徐浩军见她不吭声，决定主动搭话：“你肯定不是一个人来的吧？”“没错，我们有很多同事，快放我！”徐浩军一听就知道整个米国盗墓团应该来了不少人，而在米国盗墓团背后站着的则是一位更加可怕的女人，她就是吉尔勒将军。看来这次应该是个不可多得的宝物了，我真是越来越兴奋了。薇薇安听到两人当着自己的面密谋，要把宝物盗走，再把赝品留下给米国团时，薇薇安完全是一副看傻子的表情。她打算回去后就把情报告诉大家，可徐浩军却在这时走了过来，他掏出汉摩拉比法典，一股紫色的能量顿时侵入了薇薇安的身体。听好了，如果你把这里的事情说出去，那就会承受巨大的痛苦。说完便让刘宇轩把小姑娘身上的宝物全部抢走，而自己则先一步离开了洗手间。他要赶在米国人动手之前，将这次的宝物全部收入囊中。小萝莉美杜莎7岁就成了盗墓贼，并且跟着米国人四处掠夺他国宝藏。这次的目标更是华夏的国宝郑和下西洋航海图。对于这样的坏小孩，徐浩军果断出手，不仅用绳索把女孩捆成了麻花，还让他给米国盗墓团送去了一份大礼。原来徐浩军受中间人委托，前往澳门的海上古墓寻宝，结果刚下飞机就发现自己的宝物居然被人给偷了。好在他知道小偷跑不了多远，并成功在女洗手间里逮住了犯事的小萝莉，来自米国盗墓团的薇薇安。看着徐浩军连小女孩都要欺负，刘宇轩感慨这家伙果然是个混蛋。没想到徐浩军不仅要欺负小女孩，还要把她身上的宝物全部夺走，还掏出汉摩拉比法典，给薇薇安下了一个十分恶毒的诅咒：只要你敢把今天的事情说出去，就会承受巨大的痛苦。得知宝物丢失后，米国团内部就吵了起来。白毛托马斯很愤怒：“你居然把全团的宝物都弄丢了！我就知道小屁孩不顶用，干什么都不行，天天闯祸。哼，我才没有闯祸！”薇薇安握紧小拳头，急得快要哭出来了。大姐姐琳达连忙说道：“托马斯，你别凶他，他还只是个孩子。”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情急之下，薇薇安说出了被抢的事情，随后赶紧捂住了嘴巴。她想起徐浩军说过，如果讲出真相就会承受巨大的痛苦，于是又变得支支吾吾起来。琳达蹲下来安抚她的情绪，小姑娘总算下定了决心，哪怕要承受痛苦，我也要说出去。结果下一秒，体内就传来噼里啪啦的电流，她捂着痒痒肉在地上不停挣扎，
哈哈哈，好痒，快给我停下！薇薇安现在才知道，巨大的痛苦居然是让自己奇痒无比。虽然不痛，但现在什么都做不了。徐浩军果然是个混蛋坏叔叔。另一边，徐浩军和刘宇轩假扮清洁工混到了一艘海船上。随着一阵剧烈的震动，周围的天空突然阴沉下来。徐浩军意识到众人已经进入了古墓，下一秒，无数受宝物操控的海怪就从水下袭来，朝着大船发起了进攻。船员们完全不是怪物们的对手，被咬后双眼还闪着斜光，仿佛一头头嗜血的丧尸。刘宇轩被这一幕吓到变形，这可怎么办呀？怎么办呢？当然是跑啊！徐浩军又不傻，宝物耐久度有限，很多都不能使用。来到一处拐角后，他才从怀中掏出莎士比亚的钢笔。还好怪物没追来，而普通人比较好对付。徐浩军写下被宝物操控失去心智之人，见我必磕头。一时间，甲板上到处都是哐哐哐脑袋撞钢板的声音，两人这才松了一口气。谁知这一幕直接把暗地里的宝物给逗笑。他隔空传音到徐浩军耳中，有意思，不愧是乌鸦选中的人。你的事迹已经在宝物世界传开了，没想到我这么受欢迎，要不你自己出来喊我主人吧。周围的海浪因愤怒而翻涌，宝物都没想到徐浩军的嘴居然这么贱，这就急了。你们不是很喜欢说话吗？那不如来聊聊乌鸦吧。宝物很生气，我凭什么告诉你？徐浩军却抱着双臂，他知道宝物都是傻乎乎的，直接使出一招反向激将法，果然从对方口中套出了乌鸦的情报。原来乌鸦是受人敬仰的神级宝物，蛊惑对手之后能够吞噬对方的力量，并将其能力据为己有。后来他与一个人类签订了契约，让无数宝物都成为了那个人类的奴隶，乌鸦也因此被宝物们合力封印在了监狱里，而那个人类则是选择背叛乌鸦，最后也死在了宝物们手中。周围的海浪不断翻腾，徐浩军的心情却好了起来。原来乌鸦和自己一样都被人背叛过，以前他还对乌鸦有所怀疑，但现在想来这家伙绝对是一个不错的伙伴。这个态度让宝物越发愤怒，不仅召唤出风浪，还让更多的海怪从水面下爬了上来。正巧这时米国盗墓团的船只出现在对面，薇薇安一看到徐浩军马上尖叫起来，随后赶紧捂住了嘴巴。托马斯立马反应过来，是不是他抢走了我们的宝物？随后便脱掉背心，提着根钢管来到了徐浩军面前，两人的眼神短暂交汇，而下一秒就打了起来。没想到这个大块头速度还挺快，而他手里的钢管竟然也是宝物。徐浩军一个肘击顶在了托马斯的肚子上，照着他的脸扑哧又是一拳。然而这家伙人高马大，拳打脚踢对他来说跟挠痒一样，徐浩军反而被追着一路乱窜。他现在认出那钢管应该是一把剑，就算用妖刀村正硬碰硬也是自己吃亏，于是掏出了银斧子朝对方劈了过去。托马斯很不屑，区区 B 级宝物也想打败我，随后便举起钢管迎了上去。没想到此举正中徐浩军的下怀，银斧子给我消灭这家伙身上所有的财物。托马斯绝望地发现自己的衣服居然在银斧子的力量下开始破损，不到1秒钟的时间就变成了只能捂住吞吞的果仁。而徐浩军乐呵呵地捡起地上的钢管，这把新罗王亲自花郎之剑现在他是我的。女孩脱掉外衣走入水中，本想用河水洗掉双臂的纹身，可下一秒却发现自己的手掌变成了黄金，整个身体也在迅速下沉。原来徐浩军为了解除艾尔琳体内的诅咒，抢在米国人之前和刘宇轩来到了海上古墓的中心岛屿，眼前这棵大树就是宝物的本体，要想得到它就必须跪下虔诚祈祷。然而徐浩军可不是什么善男信女，区一个级宝物也想让我下跪，于是掏出新入手的1级宝物花郎之剑，猛地朝树干砍了过去。原本嚣张的大树轰然倒地，只剩个树桩光秃秃的杵在地上，它很快认怂变成了一张散发着金光的地图。徐浩军兴高采烈地将地图收了起来，没想到这居然是郑和的航海图。在明朝年间，皇帝安排郑和7次下西洋，并且最远抵达过东非和红海，是华夏古代规模最大、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如此宏伟的事迹让宝物的力量也十分强大。徐浩军告诉艾尔琳，只要把手放在海图上，他就会自动寻找到和你相关的一切。果然，随着艾尔琳触碰海图，上面的图案马上噼里啪啦地闪烁起耀眼的光芒，最终汇聚在了土耳其境内。看到了吧，地图类宝物可以帮我们找到各种信息，要是交给米国人的话，可就危险了。可是你抢了米国人的宝物，不是更危险吗？刘宇轩警告徐浩军，咱们惹上的可是号称破坏女神的吉尔勒将军，别说跑到土耳其了，就算是跑到月球，他也会追过来的。徐浩军当然知道吉尔勒的厉害，这女人手里的地图比自己还多，其中最顶的哥伦布航海图甚至能标注古墓和宝物精确信息。毫不夸张地说，现在整个地球都在吉尔勒的标注范围之内。如果贸然前往土耳其，艾尔琳身上的宝物肯定会引起他的注意。如果他知道你的宝物是无法夺走的寄生体，肯定会想尽办法逼你为他做事。想想前世的艾尔琳，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成了米国盗墓团的一张王牌。徐浩军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听到徐浩军这样说，艾尔琳感动的心情无以言表，一声浩军欧巴，满满都是心动的感觉。所以郑和海图只是个影子，徐浩军打算主动出击，毁掉吉尔勒手中的地图。刘宇轩抱头痛哭，大哥，你是脑子坏掉了吗？这么危险的事情怎么可能做得到啊？徐浩军却神秘一笑，他让刘宇轩造出郑和海图的赝品拿去给中间人交差后，就教导艾尔琳如何操控自己的宝物。果然没多久，中间人爱德华就气冲冲地找上了门。该死的徐浩军，你卖给我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徐浩军让老头先冷静下来，连哄带骗的给人安抚住之后，老头哭丧着脸表示，不仅海图没了，而且连带附近的人也没了，其中可是有大英的首相呢。徐浩军露出自己的招牌坏笑，现在吉尔勒肯定变成了吉吉国王，这时候骗他成功率最高。两人很快在电话里开始了交锋，吉尔勒露出想杀人的眼神。这个徐浩军不仅抢了米国团的宝物，交上来的宝物也出了问题，这样的人他绝对不会放过。徐浩军却影帝附体，一脸无辜地表示，我这人最讲义气了，而且您可是我们尊贵的合作伙伴，就让我亲自出手帮将军解决问题。徐浩军告诉吉尔勒自己有一招很厉害，
可以发掘地图类的宝物钱，能让他的定位能力更强。刘宇轩和老头都惊了，你居然还会这个？徐浩军一脸正直，当然是假的啦，我这不是在骗他吗？吉尔乐一开始还不信，但一想到大英的首相还下落不明，最终还是上钩了。这时徐浩军发现系统给自己发了一个无敌诈骗王的称号，还吐槽他身为盗墓者不盗墓，每天光知道骗人。然而这个称号居然有实际效果，不仅欺骗宝物的概率有所提升，还能通过坏男人的魅力吸引一些特殊宝物。隔天，徐浩军双手插兜来到了吉尔乐所住的酒店，在这里他见到了女人最宝贵的3张地图类宝物。徐浩军露出一个和善的笑容，将军阁下您就放心吧，一切包在我身上。说完便借了一根笔，开始在地图上写写画画。这么做并不是为了找大英首相，因为昨天他已经用海图定位了首相的位置，写字的目的只是帮自己脱身，毕竟他知道吉尔乐肯定不会放过自己。果然在确认了首相的安全后，吉尔乐直接翻脸，把你所谓的特殊方法交出来，还有那些古代文字也全部告诉我们，否则别想离开这里。徐浩军对此并不意外，他笑着反问道：如果我不愿意呢？吉尔乐本能的感觉到不对劲，可下一秒房间的大门轰隆一声炸开，负责保护地图的特工也跟中了邪一样，开始撕扯那些贵重的地图。权衡利弊之下，吉尔乐只能先抢救地图，在想要抓人时，徐浩军已经逃出了酒店。原来他用莎士比亚钢笔替换了原本的水笔，之前在酒店里和那些特工聊天也是为了骗取他们的名字。当徐浩军在地图上写完字的时候，女人就会在外丢炸弹吸引注意力，而男人则会趁机撕毁地图，让吉尔乐陷入两难境界。听完这一切，刘宇轩目瞪口呆，大哥你也太猛了吧，这算什么？总之那个女人再也找不到我了，现在准备前往土耳其吧。富家千金第一次在野外洗澡，碰到水的身体却全部变成了黄金。徐浩军赶紧下水救援，却发现自己竟然也要被池水变成小金人。原来艾尔琳身上的宝物是神级宝物麦达斯之手的一部分，只要拥有完整的麦达斯之手，他就能将触碰的一切全部变成黄金。就在刚刚，为了解除诅咒的艾尔琳来到了土耳其，他拿着烤肉卷开开心心的回到车上，兴奋地告诉徐浩军刚才去买吃的，并且我没有让身边的人受伤哦，多亏你教我控制宝物的能力，谢谢你啊浩军。艾尔琳心情大好，可下一秒就在周围引发了一场骚乱，不好了，广告牌掉下来了，我的汽车也抛锚了。听着周围的惨叫，徐浩军不由得笑了起来，看来你高兴太早了，不过一会儿就能解决了。三人乘车来到古墓附近，可拿望远镜观察时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按理说宝物离开后古墓就会消失，但土耳其的这处古墓只坍塌了一半，而另一半还有一大群米国大兵守在外面，周围怕是连蚊子都飞不进去。不过徐浩军并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身为一个真正的盗墓者，没有路就自己开一条路，是时候让你见识一下盗墓者的厉害了。三人来到附近的公厕，刘宇轩抱怨他怎么老爱去这种地方，不嫌臭吗？徐浩军却表示每个古墓都有一层保护层，要想从外部进入必须要找到它的漏洞，而这个古墓的漏洞就在洗手间里。说着还掏出一枚地瓜，一会儿我们就要靠它进去了。刘宇轩好奇，这难道是炸弹类的宝物吗？这是从小女孩手里抢来的地级宝物，吃了之后可以让人畅快的放屁，那它有什么用啊？你恶不恶心啊？徐浩军就看中地瓜没用这一点，身为盗墓者，他可以使用挖掘技能来破坏古墓相关的地形，但由于破坏力不够，必须要借助外力，比如让宝物自爆。他让两人捂住耳朵，而下一秒强大的支配力灌入地瓜的体内，在地瓜骂骂咧咧的遗言中，一股巨大的能量扑面而来，一下子地面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深坑。三人就这样下到了墓里，他举着火把走在最前面，在看清古代文字的描述之后，露出了严肃的表情。这个古墓的宝物是麦达斯之手，它可以让触碰的一切都变成黄金，那不是应该发大财吗？可为什么艾尔琳小姐身边总是霉运不断？因为这个故事原著的结局就很悲惨，在神话中神赐予了麦达斯国王一双点金手，触碰到的所有物体都会变成金子。一开始国王很开心，但当他连吃饭喝水都会变成金子时，整个人就开始后悔。于是神告诉国王，要想能力实现，就去魔法泉水中洗个澡，也就是说只要在古墓中找到象征魔法泉水的地方，并且下去泡一泡艾尔琳身上的宝物就会自动剥离。可三人还没来得及高兴，一颗子弹就擦着徐浩军的脑袋飞了过去。原来刚才的爆炸吸引了米国人的注意，他们掏出武器就开始突。眼看艾尔琳一副气喘吁吁的模样，徐浩军决定留下来断后，让两人先走，毕竟逃跑什么的可不是我的风格。徐浩军主动现身，并借助花狼之剑的加速能力，将士兵们带到了一处陷阱里面。有人不小心踩下了对应的地砖，下一秒就和队友在耀眼的光芒中变成了黄金。徐浩军在解决完剩下的敌人之后，三人来到了一处飘散着金光的水潭跟前。徐浩军看向艾尔琳，好了，你下去洗个澡吧。什么？让我洗澡吗？麦达斯国王就是在魔法泉水里洗澡才失去了他的能力，说不定你也一样呢。起初艾尔琳还有些害怕，徐浩军便摸了摸泉水，看吧，这里没有陷阱，你别怕，我会在岸上看着你的。艾尔琳鼓起勇气走入了水中，刘宇轩抱着双腿坐在一旁，大哥你这么看也太不要脸了，你懂什么？我是在担心他，万一宝物剥离之后出现状况怎么办？刘宇轩一副对的表情，他觉得徐浩军又在说谎话了。同一时间，水里的艾尔琳突然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原本平静的水潭突然躁动起来。徐浩军立马向艾尔琳冲去，而面前也出现了系统的提示：沉睡在水中的宝物已苏醒，巨大的幸运从天而降，但过度的幸运也会引火烧身。他赶紧冲出去，大喊着让女孩上岸。艾尔琳想要游回岸边，却发现自己的手掌竟然变成了金子，全身上下根本使不出力气。徐浩军想也不想就跳入水中，该死的，这墓里的宝物不是已经寄生在艾尔琳身上了吗？可为什么水下还会有宝物？等他游到艾尔琳身边时，女孩的身体已经有一大半都变成了金子，
浩君放开我吧，这样下去你也会变成黄金的。徐浩君咬着牙不肯放弃，而这时周围传来宝物的狂笑声，哈哈哈！我要把我的兄弟从那个女人身上取出来。随着艾尔琳的身体越来越重，即将沉入水下时，徐浩君突然想通了这里面的秘密。我知道了，原本的麦达斯宝物被分成了两个，分别是点金手与破产手，其中破产之手寄生在了艾尔琳身上，而点金手就想杀死女孩，把自己的兄弟夺回来。艾尔琳既然如此，我们就和他反过来，利用支配力将点金手也变成你的宝物吧。徐浩君大喊着让艾尔琳集中精神，你想想训练时候的场景，我们两个合力对付他就是小菜一碟。艾尔琳咬着牙，而身体噼里啪啦的涌现出金色的电弧，整个水潭在三股意志的交锋中不停震荡。当黄金爬满艾尔琳的脸颊之时，他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强大意志。宝物臣服于我吧！身后的徐浩君非常开心，没错，就是这样，自己这个徒弟教的真不错。随着一阵耀眼的光芒，艾尔琳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身体开始逐渐恢复正常，而原本黑乎乎的纹身也变得深邃玄奥起来。徐浩君由衷的开心，以后你再也不用再发愁了。黄金和破产的力量已经达到了均衡，恭喜你，艾尔琳和宝物签订了契约。艾尔琳听后开心极了，一把就扑进了徐浩君的怀里。富家千金第一次带男友回家过年，可徐浩君却酷吃一拳直接砸在了大舅哥的脸上，只因他发现赫尔顿家萦绕着一股死亡的气息。打开门后才发现未来的岳父岳母竟然变成了一具干尸。原来徐浩君帮艾尔琳获得了麦达斯之手，艾尔琳的爸妈便请他前往家中做客。没想到三人刚下飞机，就遇到了一对荷枪实弹的米国大兵。徐浩君这才知道，在自己前往土耳其的时间里，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一群人在白宫成立了潘多拉组织，他们宣布一切宝物都归潘多拉所有，普通人使用宝物将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这个组织居然提前成立了，难道未来又被改变了吗？徐浩君脸色一沉，这绝对不是个好消息，于是回头给艾尔琳使了个眼色，就是现在使用你的能力吧。艾尔琳指尖噼里啪啦的闪烁起一股能量，下一秒所有士兵的武器全部炸膛。他激动地看向徐浩君，我做的没问题吧？当然了，非常优秀。徐浩君牵起女孩的小手，这突然的接触让艾尔琳心情更加激动。宝物的力量迅速扩大，别说那些士兵了，就连整个机场都发生了多处爆炸。艾尔琳，谢谢你刚才真是帮大忙了。你没有受伤吧？没有呀，我好着呢。艾尔琳的情况看起来很正常，但徐浩君知道使用宝物会给主人带来副作用，他身为初学者不可能会毫无代价。话音刚落，艾尔琳突然捂住胸口，感觉到呼吸困难，该死，副作用出现了。徐浩君赶紧按住他的肩膀，用支配力将这股感觉强压下去。可没想到艾尔琳竟因此突然失去了意识，短暂的昏迷后，他又突然坐起，一转头眼神变得极为奇怪。徐浩君被吓了一跳，艾尔琳你怎么了？女孩也不吭声，就一个劲的越靠越近，然后猛地扑进徐浩君怀中，小鼻子用力嗅着男人身上的味道。过了一会儿，她的呼吸慢慢平稳，竟然趴在徐浩君身上睡着了。这时系统发来提示，使用麦达斯宝物的人会因为副作用产生贪念，对自己平时就想要的东西产生极大的欲望，为了满足而做出一些不符合常理的举动。徐浩君满头黑线，你这该死的乌鸦怎么不早告诉我？而系统又弹出一条信息，这次他想要的是疯狂感受你的体能。此时的艾尔琳流着口水醒了过来，意识到刚才的一切之后，脸蛋唰的一下直接红透了，随后低着头不敢对视徐浩君。很快三人来到了赫尔顿家的庄园，刘宇轩表示大哥我就不下去了，我怕乔治刀了我，毕竟骗了他好多钱呢。没关系，我哥哥不在家的。刘宇轩听后还是摇头，他感觉到无形之中有股杀气，你少说废话，赶紧下来，以后低头不见抬头见，躲能躲得过去吗？刘宇轩只能小心翼翼地走下车，在看到一辆深蓝色的跑车之时，他的心就凉了半截，下一秒就被人用枪指住了脑袋。来人正是艾尔琳的哥哥乔治，好久不见了，刘宇轩。徐浩君赶紧上前劝说，乔治先生，我们帮你妹妹解除了诅咒，过去的事情就一笔勾销吧。没想到乔治调转枪口又指向了徐浩君，宝物没有分离出去，反而结合在一起，这也叫解除诅咒吗？看来你也是个骗子，看他一副油盐不进的模样。徐浩君很是好奇，虽然知道艾尔琳家是虔诚的信徒，对宝物印象很差，但乔治的态度也太奇怪了。虽然在艾尔琳的劝说下放下了武器，可整个人却还是一副气冲冲的模样。徐浩君挑了挑眉毛，我猜你们家出事了对吧？说完便要往豪宅查看，乔治马上拦住，站住，不许靠近我家。徐浩君忍无可忍，直接给了他一炮，随后便在屋里闻到了一股极为熟悉的味道。他打开门一看，整个人当场愣住，一个形如干尸的女人正躺在床上，而身体已经出现了大面积的损伤。艾尔琳当场尖叫起来，妈妈怎么变成了这样？乔治愤怒地吼道，我父母本来身体可好了，都是这该死的宝物才让二老患上了怪病。徐浩君马上打断，这不是怪病，而是宝物综合症，只要和宝物接触时间长了，就会被里面的毒气伤害，寻常的医疗手段根本无法治愈，这种病他再熟悉不过了。上一世徐浩君也和两位老人一样受到病痛折磨，为了靠王会长手中的不老神术续命，才不得不当他的手下。乔治一听，整个人瞬间瘫倒在地，难道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二老受苦吗？不，我手里有治疗型宝物可以救他们，那就快点试一试啊！可现在还不行。乔治怒了，你特么耍猴呢？徐浩君告诉乔治，自己的不老神术还没有激活，暂时无法使用。而且你不觉得这件事很奇怪吗？前几天二老邀请我来时，身体还算硬朗，短短几天就恶化成这样，一定是有人故意为之。几人一番商量后，决定由乔治调查是谁按下黑手。徐浩君三人则离开豪宅前去激活不老神术。大哥要怎么激活那棵树苗呢？当然是给他找个同伴了。传说中和长生不死要一起的那个男人，那就是徐福的宝物。更多后续可点合集观看。这是一只身价200亿的蚯蚓，每天都要吃掉1吨重的现金美刀，就连大恶人徐浩君都拿他没有办法。
只能好吃好喝的供蚯蚓潇洒。然而蚯蚓还不是古墓中最珍贵的宝物。这里的隐藏大奖竟然藏着能让人起死回生的力量。原来徐浩军受艾尔琳的邀请前去拜访未来的岳父岳母，却发现二老被宝物的毒性伤害，已经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为了救人，徐浩军决定启动自己的不死神术，必不可少的关键材料，那就是传说中徐福的宝物。徐福是秦始皇最信任的方式，他以寻找不老仙丹为由，让秦始皇赐予了大量的物资和人力，带着童男童女坐船前往了海外。徐浩军也乘坐飞机来到非洲，他打听到徐福的宝物在吉尔勒手上，可来到古墓时却发现这个地方已经被人征服，并且只有小孩子才可以靠近。徐浩军感觉很奇怪，吉尔勒到底在古墓里做些什么呢？他用挖掘技能炸出一个大洞，油门踩死，直接就朝古墓里冲了进去。当车子停稳时，众人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无数绿油油的茶叶正在古墓中茁壮成长，还有一大群非洲小黑子负责采茶工作。诡异的是，刚才闹出这么大动静，小黑子们却一动不动继续干活，完全是一具具活生生的傀儡。这时徐浩军收到了系统提示，这些小孩被徐福的宝物操控，按照他的命令采集茶叶，而茶叶受到人参牛头之力的滋养，那股力量足以让人死而复生，让茶叶也变成了极好的疗伤药品。看完系统的提示，徐浩军终于明白了，这茶田也是大有来头。他们是神农之宝物造出来的附属品。传说中神农是头生牛角，他尝遍百草分辨毒性，最后依靠咀嚼茶叶解了身上的毒素，可以说是所有医生的老祖宗。吉尔勒就是看中神农之宝物的治疗属性，才没有夺走宝物让古墓探爬，而是继续种植茶叶，并且找来了徐福之宝物，吸引附近的小黑子帮自己做苦力。了解完里面的内幕，众人决定分头行动。就在徐浩军打算连神农之宝物也一起夺走之时，刘宇轩那边传来了惨叫声：“大哥，我被小黑子咬了，他们好像都不正常。”众人仔细一看，才发现每个小孩的眼中都闪烁着邪异的光芒。好家伙，居然敢瞪我！徐浩军咬着牙毫不示弱的对峙，两个小黑子顿时怂了，哼哼唧唧的往后缩去。徐浩军召唤出神纹手链，一下子把那些小黑子都捆了起来。然而绳子的长度有限，更多的小黑子龇牙咧嘴的朝这边砍过来。不好了，人越来越多了。这虽然是个坏消息，徐浩军却知道操控孩子们的宝物也是越来越近。果然，下一秒古墓里就响起一声怒吼：“是谁敢动我的童男童女？搞得他们都没法工作了！看吧，徐福之宝物现身了！”徐浩军让几人原地等待，而自己朝着宝物力量最强烈的地方赶了过去。他一边跑一边操控绳纹手链捆住旁边的小孩，随后扛着花郎之剑，一脸嚣张地说道：“徐福之宝物，快出来吧！我就是你的新主人，你最好乖乖听话，否则的话我可不会手下留情。”随后将目光下移，锁定了地上一只正在不停孤勇的肉蚯蚓。徐浩军伸手将他抓了起来。该死的人类，你是怎么认出我吗？当然是因为听到你说话了呀。他摊开手掌表示自己没有恶意，知道徐福喜欢财宝，所以才想过来把他收入麾下。哦，这么说你很有钱喽？那你应该知道我的身价可是很贵的吧？刘宇轩很好奇自己的大哥平时都是坑蒙拐骗，今天怎么正经和对方谈起生意来了？因为对付他必须要用这样的方法。原来传说中的徐福在拿到秦始皇赐予的大量财宝之后，从此人间蒸发，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这只蚯蚓也因此继承了徐福喜爱财宝的特性，只要给钱，甚至连宝物的副作用都可以无视掉。这样的宝物很不错吧？直接无风险使用。随后徐浩军拿出满满一袋子美刀，里面不仅有现金，还有支票，加起来价值足足有20亿。徐福蚯蚓马上蹦到了钞票上，兴奋地扭动起身体。不错不错，好香的味道。不过这还差得远了，在你眼里我只值这个价格吗？徐浩军早有准备，直接拿出第二个包，无数的美刀从天而降。蚯蚓开心坏了，在财宝里面淋浴的感觉简直太美了。够不够？想不想来到我这边？等等，让我数文献。蚯蚓点了点竖纹，扭着身子表示还差一点。我现在的主人可是给的更多呢，你还是再来点诚意吧。刘宇轩觉得不妥，几十亿砸下去，这蚯蚓还不松口，不会是故意骗钱的吧？徐浩军也流出一滴冷汗。为了拿下徐福，他把所有的金银首饰也都倒了出来。白富美艾尔琳也掏出了几张纽约中心的地契。这下徐福蚯蚓直接一蹦3米高，伟大多金又帅气的主人，我跟定你了。真没想到主人你家境这么厚实，你想要我做点什么呢？而徐浩军直接用瓶子将蚯蚓收起，花了这么多钱，终于该让他干活了。在徐福的操控下，小黑子们开始采集茶叶，就连茶树也要挖出来打包带走。主人，你这样做神农之宝物会生气的。徐浩军猛地摇晃起瓶子，我可是你老板，你在教我做事啊？随后将瓶子丢给刘宇轩，你们带着孩子们和茶树先离开，而我要去里面寻找神农之宝物。更多后续可点合集观看。他是逢牌必赢的金牌赌神，每次都能摸到牌局中最大的皇家同花顺。坐在对面的女人满脸都是不可置信，自己不是带着能增加幸运的宝物吗？可为什么好牌全都到了这个男人手里？徐浩军咧嘴一笑，因为我这张嘴可是刚被幸运女神亲吻过的。原来徐浩军为了帮艾尔琳的父母助逼，决定前往非洲寻找徐福之宝物。他知道徐福宝物喜爱金银财宝，于是便盯上了吉尔勒手下的美国大兵，准备出手狠狠薅一波羊毛。徐浩军让艾尔琳在外面使用破产之力降低所有人的幸运。这些人不是喜欢打牌吗？今天就让他们见识下什么叫赌神。说着便和刘宇轩走进了这家棋牌室。这里设施简陋，和拉斯维加斯的豪华赌场简直没法比。徐浩军看向那个红发女人，她似乎手气很好，已经从别人手中赢了一大桌的美刀。输的人正抱怨的时候，徐浩军一把按在了她的肩膀上。没钱了就快滚，我也想跟这几位玩玩呢。女人露出不屑的笑容，我们的赌注可是很大的，你玩得起吗？赌注越大越好玩，咱们开始吧。徐浩军刚一落座，就从桌边感受到了一股宝物的气息。
他仔细一看，烟灰缸下面正压着一枚镶着金边的硬币。果然，这女人用宝物增加了自己的幸运值。真以为幸运女神站在你那边吗？今天我就让你尝尝破产的滋味。由于不受艾尔琳能力的影响，徐浩军出手就是4个6，一个炸弹直接把女人打懵了。他咬着牙打出一套4、5、6、7、8同花顺，徐浩军却直接清空手牌，皇家同花顺大你1整。没道理，他怎么会这样？女人激动的浑身颤抖，而徐浩军却在此时露出一个笑容。你在想为什么宝物没有起作用对吧？此言一出，女人瞬间紧张起来。但徐浩军已经拿到了那枚硬币，在艾尔琳的干扰下，原本的幸运硬币表面上正噼里啪啦的闪烁起一股不小之气。这是人们用来许愿的硬币，数量众多，仅仅是 C 级宝物而已。而艾尔琳身为破产之王，身上的麦达斯之手可是 SS 级的神级宝物，在他的操控下，棋牌室里所有人都倒闭。好牌自然都到了徐浩军手中，他一剑捅在桌上，好了，一人准备100万，把你们手里的钱都交出来吧。什么？我们凭什么听你的？女人还想赖账，可下一秒就捂着肚子疼痛起来，显然是受到了宝物的影响。难道艾尔琳那边出事了？此时的街对面，艾尔琳正因宝物的副作用变得手忙脚乱，她现在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上也开始变得难受起来。为了不伤害身边人，他推开保镖，一个人跑向了远处。而在棋牌室内被病痛折磨的几人马上认怂，不仅将财物双手奉上，还告诉了徐浩军很多关于徐福之宝物的情报。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求求你放过我吧。徐浩军露出一个坏笑，当然可以放过你，只是放这些人回去后肯定会给吉尔勒通风报信，所以他选择掏出僵尸粉末，让他们变成没脑子的痴呆。在刘宇轩惊恐的目光中，两人离开了棋牌室。徐浩军马上收到了系统提示，恭喜你获得任性妄为的勒索者称号，可以与持有的卑劣的宝物要挟者、粗鲁的宝物破坏者相结合，解锁隐藏技能，惨无人道的魅力使之霹雳大幅度上升，让普通宝物们对你感觉到厌恶，但邪恶系列宝物将会欢呼雀跃。看来徐浩军在坏男人的路上越走越远。这时保镖突然跑了过来，不好了，大小姐不见了。徐浩军让众人分头寻找，自己也顺着艾尔琳体内宝物散发的能量在街上跑了起来。可走着走着，竟然来到了一处小旅馆。你好，请问有一位金发白人女士来过这里吗？开旅馆的大妈很惊讶，原来你认识她呀？她一个人吵吵着开了间房，还要了好多酒。你快去看看吧。徐浩军来到艾尔琳的房间，一进屋就发现女孩正浑身酒气的躺在床上，怀里还紧紧搂着一个黑色的包包，眯着眼睛十分幸福的喊着自己的名字。徐浩军不敢惊动她，并小心翼翼地将酒瓶收起。难道这次的副作用是想喝酒吗？不过喝了这么多也应该安静下来了吧。徐浩军伸手帮女孩理了理头发，正要把包抽出来的时候，艾尔琳竟然睁开了眼睛。哇，浩军竟然真的是你！徐浩军正要和她打招呼时，可一双小手就从后搂住了他的脖子。艾尔琳的力气极大，直接就将徐浩军拉到了床上。不会吧，宝物的副作用还没过去吗？思考间，艾尔琳已经兴奋地动了起来，一个大翻身就将徐浩军压住，下一秒就吧唧一口亲在了他的嘴巴上。徐浩军全程没有任何反抗之力，而艾尔琳则是嘿嘿地傻笑了2声，才依依不舍地挪开嘴巴，随后脑袋一歪，直接晕倒在徐浩军身上。此时徐浩军看到系统发来提示，这次的目标是你的嘴唇哦，更多后续可点合集观看。徐浩军大闹米国，并将最富有的城市纽约烧成平地，却是为了抓住一只在地上不停孤勇的大白蛆，只因这只虫子是米国最可怕的女人吉尔勒将军。坐拥破坏女神宝物的她，可以精准轰炸全球任意一个角落。然而这样的能力却有一个致命副作用。原来在埃及神话中，破坏女神塞赫迈特生性残暴，长着狮子脑袋的她吓人如麻。可就是这样一位残暴的女神，却有着慈爱的一面。这一面名为爱之女神哈索尔。这反差极大的矛盾性，让吉尔勒每次使用能力后都会变身。一开始只是变成哇哇大哭的小 baby， 而这次居然变成了毫无还手之力的飞虫。原来在徐浩军得到徐福之宝物和神农之宝物后，他就赶回了米国，迫不及待地给不老树介绍他的新室友蚯蚓。徐福在接触到不老树后马上兴奋起来，竟然是长生不老树！亲爱的，我终于找到你了，哪里来的脏东西，滚开，快滚开！可蚯蚓直接扑到了不老树的树根上。亲爱的，我们可是天作之合呀！徐浩军亲自给这一对 CP 盖上了土壤，并移植到了新的花盆中，再注入一点自己的支配力。原本光秃秃的不老树上，眨眼间就结出了一粒粒鲜红饱满的果实。只要把这些果实榨成汁喝下去，你父母的病就能治好了。艾尔琳开心地应了一声，马上就朝着自己家赶去。可一路上死去的保镖和残破的大楼都让他感觉到一阵不安。当看见倒在血泊中的乔治之时，所有人都知道大事不好。乔治强撑着告诉几人，爸爸妈妈被一副诡异的话吸了进去，你们一定要救救他们。这时一道刺耳的铃声响了起来，是吉尔勒打来了电话。艾尔琳，你一定没想过一夜间就会失去自己的家人吧？你父母在我们手中，只要按我说的做，他们就会平安无事，否则你哥哥就是他们的下场。听到这些，艾尔琳仿佛失了魂一样瘫坐在地上。徐浩军赶紧安慰他，同时摘下不老树的果实喂给了乔治。他胸口马上闪烁起耀眼的金光，所有伤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起来。看到哥哥平安无事，艾尔琳赶紧扑进了他怀里。捡回一条命的乔治也对徐浩军大为改观，可惜爸妈被他们抓走了。其实并没有被抓走哦。徐浩军的话让两人同时一愣，不可能，我明明亲眼看到二老被吸进了画里。没错，但床上躺着的2位其实是假的。刘宇轩在一旁嘿嘿的挥手，身为诈骗之王的他用宝物能力造了2个假人放在了床上。该死的，这种事情你怎么不告诉我？艾尔琳也很好奇徐浩军是咋想到这一招的。其实他也一开始也没想到，直到那天二老情况突然恶化，才意识到赫尔顿家已经被人盯上了。再结合前世艾尔琳黑化的事件，徐浩军便断定是吉尔勒想要用父母做把柄要挟他，所以在去非洲之前让刘宇轩造了2个假人以防万一。那你怎么不早说？要想骗过敌人，当然要先骗过战友啊。
现在我们就去给二老治病，顺便和那个心狠手辣的女人算算总账。更多后续可点合集观看。她是米国军方唯一的女性上将，不用通知总统就有权力轰炸全球任意一个角落。然而被称作破坏女神的吉尔勒，此时却变成了一只肥嘟嘟的大白蛆，只因他抓走了徐浩军的岳父岳母，想以此要挟艾尔琳成为自己的手下。殊不知徐浩军早已想好了对策，只要一个电话就能让破坏女神永世不得翻身。乔治很好奇吉尔勒权势滔天，你一个电话能起多大的作用？而下一秒广播里就传来吉尔勒非法雇佣非洲小黑子种茶叶的新闻。原来在发现古墓没有坍塌且可以使用现代工具后，徐浩军就拍下了小黑子种茶叶的照片，以此作为证据，再让爱德华老头动用新闻界的人脉将事情捅出去。在讲究政治正确的米国，吉尔勒的名声一夜之间就坠到了谷底，不仅总统要罢免他的职务，全国民众也是义愤填膺。众人正开心的时候，徐浩军却收到系统提示，诡异的画作正对您构成威胁。他赶紧让乔治停车，所有人跑下来一看，刚才的车辆融化成了一滩黑色的液体，咻的一下朝远处飞了过去。我爸妈就是被这张画吸进去的。刘宇轩认出这个宝物是梵高的画，没想到居然有这样的威力。此时幕后黑手吉尔勒从一旁现身，徐浩军，你还真是心狠手辣，居然敢散布诋毁我的报道，你是真不怕死吗？这不是快要被革职的将军大人吗？我还以为你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生闷气呢，所以最好还是少做点坏事，省得哪天遭报应。吉尔勒仿佛一头发狂的母狮，你以为这种雕虫小技就能扳倒我吗？他让手下拿来画作，打算当着徐浩军的面处决掉赫尔顿夫妇，而士兵们的话却让吉尔勒愣在原地。将军，里面的人不见了！该死的徐浩军，你又做了什么？恼羞成怒之下，吉尔勒发动画作，想要将所有人变成颜料吸入画中。可就在这时，一道金色的防护罩凭空出现，看着逐渐恢复正常的身体，徐浩军很是欣慰。艾尔琳，这次多亏你了，经历了这么多事，艾尔琳心中的怯懦全部化作了怒火。他要用自己的力量向吉尔勒复仇，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并且系统提示使用者艾尔琳情绪激动，破产之宝物即将失控。两个女人互不相让，神级宝物使用者之间的战斗就此打响，一时间整个纽约城都震荡起来，到处都是爆炸与火光。乔治很担心自己的妹妹，徐浩军却让他放心，艾尔琳可是很强的。随后带着不老树来到一处高级公寓，当喝下鲜红的果汁后，二老的身体马上有了反应。乔治，你就这样摘果子榨汁给他们喝，我要赶回去帮忙了。看着离开的背影，乔治对这个男人彻底拜服，真心诚意地说了声谢谢。可出门后，徐浩军的表情却瞬间严肃起来。刚才他说艾尔琳强只是为了安慰乔治，身为破坏女神吉尔勒在经验上更有优势，满目疮痍的街道让他的心情更加沉重。可就在这个时候，艾尔琳竟然完好无损地出现在两人面前。吉尔勒打着打着就突然不见了，是逃跑了吗？徐浩军认为不太可能，系统也提示破产之宝物和战争之宝物就在附近。这时他突然想到，一定是宝物的副作用，联想到埃及神话里塞赫迈特的两面性，徐浩军想到吉尔勒应该是变成了某种东西藏了起来。果然在废墟的一角，一只大白蛆正在地上蠕动着身体。吉尔勒很生气，没想到这次的副作用这么严重，自己必须赶紧藏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就在这时，刘宇轩激动地喊了起来，大哥找到了，我找到了！他兴奋地举着画作宝物，这可是梵高的树根世界名画呀！谁知徐浩军直接撕了一块下来，你干什么？这可是无价之宝，反正都是宝物，你后期再修复吧。说完便将碎片贴在了郑和海图化身的笔记本上。来吧，去查查这个宝物的主人现在在哪里。这一瞬间，吉尔勒就感觉到自己被什么东西盯上了。他艰难地抬起头，只看到徐浩军正蹲在面前的废墟上，一脸坏笑地和自己打着招呼。真没想到还能看见这样子的你啊，将军大人！变身大白蛆的吉尔勒根本没有反抗之力，轻而易举的就被徐浩军抓到了手心里。徐浩军将大肉虫丢进82年的拉菲，充分摇匀过后，就得到了一瓶营养丰富的去泡酒。这种看似浪费的行为却帮了徐浩军一个大忙，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灌醉大肉虫的本体吉尔勒将军，将实力强大的破坏女神彻底消灭。原来吉尔勒将军抓走了艾尔琳的父母，两个女人也因此在纽约市中心爆发了一场神级宝物持有者之间的大战。吉尔勒一开始很自信，发动宝物能力射出了一发能量电石，然而艾尔琳这边却是毫发无损。在极端的愤怒之下，他的宝物能力迅速提升，短时间内两人竟然打了个平手。但由于宝物的副作用不一样，吉尔勒在击败艾尔琳之前就先一步变成了一只没有反抗能力的大废墟，还因此被徐浩军带回家，被扔进酒瓶里开始了疯狂摇晃。不过他这么做除了折磨对手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在埃及神话中，塞赫迈特被太阳神派下来制裁反抗他的人类，却因为生性残暴，差点把人类杀到灭绝。为了阻止塞赫迈特，太阳神将大量的啤酒混合着红色素倒在地面上，塞赫迈特以为是人类的鲜血一饮而尽，醉倒后就变回了慈爱的女神哈索尔。所以破坏女神宝物的弱点就是嘴。随着系统接连传来提示，徐浩军知道吉尔勒的实力已经衰弱到了极点，他让刘宇轩制造了一幅梵高画作的复制品，他要用这张假画将破坏女神彻底消灭。可这时房门被人踹开，一群荷枪实弹的士兵冲进了房间里，不许动，你把我们将军藏到哪里去？而徐浩军摊着双手，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身后的吉尔勒则是用力摇晃着瓶身，想要引起士兵们的注意。徐浩军瞥了一眼，你不是想和手下团聚吗？那我就送你一程。他用力将酒瓶丢出，士兵们还以为是宝物攻击，赶紧躲开，在发现里面只有一条大肉虫后，一脚就踩了上去。用这种东西恶心谁呢？快把我们将军交出来！徐浩军看着眼前出现的系统弹窗都快笑疯了。原来吉尔勒虽然变成了虫子，但防御力却高得吓人，但现在他被自己的手下踩得身受重伤，身上的宝物也无法发挥原有的力量，只因士兵们发现这虫子踩一脚没爆浆，于是决定多补几下。吉尔勒气得大吼，该死的居然敢踩我！
你们是在找死吗？当吉尔勒的支配力衰弱到无法使用宝物的时候，徐浩军果断揭开白布，并使用复制品画作将所有士兵画作颜料吸了进去。怎么样，被自己宝物控制的感觉如何？此时的吉尔勒已经变回了人形，他先是教训了一番自己的手下，随后就打算凭借对宝物的了解，找到一个特定黑点坐标从画里逃出来。却没想过这幅画从头到尾都是徐浩军设下的陷阱。他安排刘宇轩画出一只黑乎乎的触手怪。虽然吉尔勒身手矫健摸到了黑点坐标，可让他绝望的是自己并没有从画中世界逃脱，而是继续被触手怪摧残折磨。徐浩军才不会告诉他这幅画是复制品，所以你根本逃不出来。在掏出吉尔勒口中的一些重要情报之后，徐浩军举起画作露出招牌坏笑：将军大人，你不会真的以为我会放过你吧？准备好跟这个世界说再见吧。被触手怪捆绑的吉尔勒恨得咬牙切齿，他一脸恐惧地请求徐浩军不要这么做。但在烈焰的炙烤中，画中世界连带复制品一起变成了飞灰，一代破坏女神就此人间蒸发。解决了对手之后，徐浩军舒舒服服地来到赫尔顿家的游艇上，他打算和岳父岳母商量一下，以不老树和神农茶叶两个治疗宝物为基础，开办一家属于自己的制药公司。就在大家其乐融融地讨论该怎么赚大钱的时候，极少露面的乌鸦突然展开翅膀出现在徐浩军面前。看来你还活得蛮开心的嘛。随着乌鸦现身，周围的宝物都变得躁动不安起来，就连艾尔琳体内的破产质宝物也不受控制的自我启动。看着呼吸困难的艾尔琳，徐浩军指着乌鸦怒骂道：要是惹出什么麻烦，我可饶不了你，并让众人赶紧离远一些，回到船舱里。岳父倒是很好奇这黑乎乎的是个嘛玩意，一个喜欢天天监视别人的跟踪狂罢了，还不知道是男变态还是女变态。乌鸦懒得和这个坏男人打嘴炮，这次现身是有重要的事情。原来那些曾经囚禁他的最顶级的神级宝物，已经将徐浩军视作了眼中钉，并且马上就会出现超出人类想象的可怕古墓。徐浩军听后不以为然，尽管放马过来吧，我可不怕他们。看到这小子还是这副刺头的模样，乌鸦也就放心了。他丢下一枚葫芦宝物作为礼物，便飞向了天空。没想到这葫芦居然是 S 级宝物，还是一次性消耗品。而几天后，艾尔琳突然跑到徐浩军的面前，原来是掌控世界的邪恶组织潘多拉送来的一张请帖。看到邀请人是王会长，徐浩军直接把请帖揉成废纸，他才懒得搭理这个老登。可是纸上的一个人名突然吸引了他的注意力，想起前世的点点滴滴，徐浩军决定哪怕是鸿门宴这次也要去，他必须要把那个男人带到自己身边。他是每天在古墓中刀尖舔血的盗墓之王，可却突然宅家看起了不可描述的羞书籍，甚至亲自动笔要让兄弟们饱饱眼福。只因徐浩军获得了一本特殊宝物，当拥有100万死忠粉丝之时，就能帮他原地成神。原来徐浩军为了招募前世的好基友女，来到了潘多拉组织举办的宴会。虽然最后没能让这个男人跟自己离开，却从一个超级富二代手中抢到了一本 SS 级的特殊宝物传教书。回家后，他就把书锁在了保险柜里，随后就打算让刘宇轩修复一下受损的宝物。没想到平时听话的神纹手链突然变得奇怪起来。刘宇轩好声好气地安抚道：乖了乖了，小绳绳，让我修复一下。可下一秒就被勒住脖子，差点当场咽气。而看到徐浩军出现，神纹手链马上像听话的修钩一样缠了上去。主人，快陪我玩嘛！徐浩军让他乖一点，好接受刘宇轩的治疗。绳绳却连连摇头，不嘛不嘛，感觉心里怪怪的。徐浩军也没见过这样的情况。而下一秒，神纹手链竟闪烁起耀眼的白光，叮的一声，系统提示：取得业绩的神纹手链正在发生变化。原本普普通通的草绳渐渐覆盖上了一层金属光泽。徐浩军想起在和富二代交战的时候，只有 C 级的神纹手链扛下了富二代发出的指令，为了主人而拒绝被支配。这样的业绩成功让神纹手链升到了 B 级，成为了徐浩军的专属宝物。升级后的绳绳更开心了，缠着徐浩军就不肯松开，还主动与他签订了契约。徐浩军也收到了系统给出的宝物训练者称号。他抚摸着神纹手链，感觉自己真的捡到了个宝物。随后想到，既然绳绳可以升级，那别的宝物是不是也可以呢？系统给出了宝物的升级条件，除了做出一些违反常理的行动之外，要想升级成珍贵的传说级或者神级宝物，主人也必须获得相应的成就和名声。徐浩军前世可没听过这种说法，又询问了一番自己的宝物们，也是一无所获。这时电视报道未来会出现7座神级古墓，徐浩军知道他们源于基督教中的七宗罪，前世他获取的考古学之宝物就来自于七宗罪之贪婪。一想到未来会有一大批神级宝物出世，徐浩军就感觉自己的实力实在太弱了，要想夺7大古墓中的宝物，就必须让手中的宝物升级，或者招募更强力的同伴才行。这时他想到了保险柜里的传教书，这本书可以让别人成为自己的追随者，是扩充实力最快的宝物之一，说不定还能靠这个召集信徒让我升到神级呢。徐浩军很兴奋，来吧传教书，你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我变成教主。结果系统传来提示，为满足宝物使用条件，传教类宝物需要人气，请让10个人衷心崇拜你，为了积攒人气才让你上，结果你反过来找我要人气，什么鬼道理？徐浩军怒踹这本坑爹书，他想起传教书原来的主人富二代，这人不仅是演员，还是写小说的作家，拥有很多死忠粉。这下徐浩军豁然开朗，我不是很帅吗？我也可以当作家呀。于是转头就买了一本富二代的小说《隐秘》，躺在椅子上学习了起来，只是没多久就皱起了眉头。
什么狗屁作家，他明明就是个刘备作者。小弟嘿嘿傻笑，表示观众们就喜欢看这样好冲的色的内容。黑丝女仆 YYDS， 那我就写一本比他更色更好冲的出来。徐浩军坐在电脑前忙活了好几个小时，这一刻他才发现原来写小说居然这么有趣，不如以后把这个当副业吧。看着大家都在阅读自己的作品，徐浩军忍不住幻想我写的这么好，很快他们4个就会成为我的忠实粉丝，再找6个人就能激活传教书了，说不定还会有出版社找我出书。哎呀，我明明是个盗墓者，可都没时间干正事。可是睁眼一看，刘宇轩居然拿着书稿要往外躲。你这么快就看完了？刘宇轩木偶似的转过头。对啊，神作，无敌太色了，大哥简直是天才。徐浩军的脸瞬间黑了，怎么感觉你小子在说反话？在他的威胁下，刘宇轩哭着说出了真实评价，完全是狗巴巴，还不如那个黄毛富2代写的，既没有黑丝又没有妹子，一点也不好看。徐浩军只感觉到自己的心窝子被人捅了个对穿，他忍不住想嘴硬一下，却发现根本无法反驳。最让人无法理解的是，主角为什么是宝物？你脑子里难道只有宝物吗？徐浩军默默地转过头，不再还嘴。可没想到刘宇轩又补了一刀：大哥，你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吧？让神文手链拿个笔写，应该都比你强。这一刻，徐浩军悟了，果然自己只适合盗墓，写小说涨粉的方法失败了。不过他很快又支棱起来，在隔壁小日子居然发生了2000名女性失踪的案件，徐浩军一眼就认出这是闺房之宝，除了吸引妹子之外没什么大用。刘宇轩听后非常兴奋，这还没用，大哥你脑子坏了吗？徐浩军一想也是，用这个宝物吸引女性做我的粉丝不就行了？一夜之间，所有岛国女孩都成了徐浩军的狂热粉丝，美少女 JK 更表示要给徐浩军生10个孩子。然而徐浩军的目光却锁定了人群外的一名美女，前世和自己最要好的闺蜜竟然出现在了这里。原来徐浩军为了与 SS 级宝物传教书签订契约，必须要收集10个死忠粉丝。一开始他尝试写小说想获取兄弟们的支持，失败之后便决定用宝物来涨粉。他飞到小日子国，只因这里最近发生了2000多人的女性失踪案件，并且连首相千金也失踪了。徐浩军猜测这是有着魅惑女性能力的闺房之宝物所致。那我有了这个就能把妹子变成我的粉丝了。两人来到失踪现场附近的竹林，却发现失踪者们并不是人间蒸发，而是仿佛丧尸一般汇聚在了一起。面对执法人员的好心劝说，这些女人反而对他们发起了攻击。看来这个人不只是用了闺房之宝物，还用了别的宝物将女人们变成了兵器。说话间，更多的女人从竹林中涌出。徐浩军连忙摆手说：“各位美女，我不和普通人打架的，放过我吧。”可对方却举起棒子朝他砸来。徐浩军一边躲闪一边解释，却发现女人堆里居然有个熟悉的身影，正是未来记的主人佐佐木由香。他抽出花郎之剑，金色的剑气顿时将女人们击痛。徐浩军则趁机从后方勒住了由香的脖子：“蠢货别动，我好不容易毁掉未来记才把你救下来。佐佐木由香，你就不能老实点吗？”这声音让失去意识的佐佐木由香感觉到了一丝熟悉，被蒙蔽的双眼也变回了原本的颜色。系统传来提示，对方突然变得激动，宝物催眠效果减弱。徐浩军一看有用，马上又多喊了几句。过了一会儿，就提着昏迷的由香跟刘宇轩会合。大哥，你手里的这是谁啊？以前认识的女孩子罢了，没想到她也被卷了进来。佐佐木由香此刻已经迷迷糊糊的醒过来，他告诉徐浩军，这次的幕后黑手是一个米国大兵西蒙。他不仅使用闺房之宝物，还用了附体术宝物，想让所有岛国女人都变成他的专属兵器。所以浩军欧巴想要击败他可是很难得。那家伙身边有整整一支军队。没关系，我已经想到办法了，你赶紧回家吧。有钱坐车吗？徐浩军站起身，丢给由香一沓钞票。本身是个小姑娘，就不要做这么危险的事情。正要走的时候，身后却传来由香的声音：“欧巴，刚才你说毁掉未来记是为了救我吗？果然你心里有我。这次你又救了我，我要给你生猴子。”徐浩军满头黑线，这小丫头的想法也太丰富了吧！于是冷冰冰的拒绝了生猴子邀请。你想多了，我只是想毁掉未来记而已。随后也不管实话的由香，插着兜就准备回酒店。刘宇轩很羡慕大哥你好受女孩子欢迎啊，徐浩军却只觉得头疼。闭嘴吧，你小孩子可不算。这时系统传来提示，已达到部分传教型宝物的使用条件，死忠粉人数4人。徐浩军知道由香肯定是把自己当成了偶像，至于剩下3人究竟是谁呢？他是主宰地狱的沙漠死神，不仅能轻松召唤百万亡灵大军，还能将有罪之人的灵魂放在天平上进行审判。然而徐浩军只用一根绳子就把死神变成了听话的修狗，不仅会乖巧的握着手，就连捡球这种高难度操作也不在话下。原来徐浩军回到酒店后就掏出了破损的阿努比斯十字架，他已经想到了对付西蒙的办法，于是来到草地上将阿努比斯召唤了出来。大黑狗一开始很豪横，呲着牙还想咬人，却由于宝物受损严重，直接身子一歪倒在了地上。徐浩军趁机提出，只要你跟我签约，这位顶级修复师就会治疗你的伤势。该死的人类，我才不会和你签约呢！徐浩军早就料到阿努比斯会这么说，他决定使用老办法物理说服，操控神纹手链就缠住了狗狗的脖子。走吧，大狗狗，我们遛弯去。你这个人类是真的狗，我才不去呢！神纹手链看到有狗辱骂自己的主人，马上加大力度勒紧了狗头。让你走你就快点走。阿努比斯很委屈，我们都是宝物，你不帮我也就算了，竟然帮这个该死的人类。而徐浩军还没下指令，绳绳就捆着阿努比斯的脖子，把他提了起来。快叫主人，快叫主人！随后还威胁阿努比斯不握手就拧断你的脖子。在一人一绳的威严下，阿努比斯屈辱地伸出了自己的狗爪。徐浩军对此很是满意，丢出一个蓝色小球就进入了训狗的第2阶段。握手也就算了，竟然还让我捡球，我可是沙漠死神啊！阿努比斯这次决定说什么都不动，谁知活泼的神纹手链拖着他的身体就飞了出去。狗狗不捡球，那就绳绳捡回来递给主人，并和徐浩军贴要表扬。
躺在地上的阿努比斯怀疑狗生，再不积极表现的话，那根绳子会把自己拖死。于是嗖的一下窜出老高，赶在绳面前咬住了飞起的小球。又经过几次训练之后，徐浩军觉得是时候与这件宝物签约了。阿努比斯还想嘴硬一下，和我签约可是有条件的，第一要睿智冷静，第二要在鬼门关走过一趟。随后却发现这2点大恶人徐浩军好像全都符合。既然免不了被他欺负，那不如躺平享受。阿努比斯就这样和徐浩军签订了契约。这下可以回去治疗伤势了吧？不行，先干活后修复。什么？人类我恨你！徐浩军带着阿努比斯找上了西蒙，此人穿着和服，一脸的桀骜不驯。你们就2个人也想挑战我2000人的女子大军？他们已经被勇猛的战士附体，你就等着被撕成碎片吧！徐浩军被这话给逗笑了。2000人很多吗？他手掌拍向地面，在阿努比斯十字架的作用下，无数亡魂大军从金光中破土而出，里里外外的将西蒙和他的军队包围起来。这些可是地狱之神召唤出的真正的战士。看着那些全副武装的骸骨，西蒙还想要做最后挣扎。然而在真正的死亡威胁前，女人们根本不听他的命令，把自己的手下送上必死的战场。这样的主人还值得你们追随吗？这番话彻底动摇了女人们的想法。系统提示对方魅力值骤减，闺房之宝物主体发生变化，2000名信徒开始追随您。女人们单膝下跪向徐浩军宣誓效忠。这一刻，徐浩军露出招牌坏笑。来吧，姑娘们，复仇的时候到了。时间一晃到了几天后，虽然得到了宝物，但徐浩军却高兴不起来，只因门外已经挤满眼冒桃心的迷妹，这样的注视让他浑身不舒服，于是决定给女孩们做个了断。好了，你们都各回各家去吧。随后举着一个牌子表示，如果真的喜欢我就点个关注。哇，老大，你什么时候还建了粉丝俱乐部啊？这一招是邮箱的主。作为徐浩军头号粉丝的他熟悉饭圈操作，自愿无偿帮徐浩军管理所有粉丝。等到人群渐渐散去，徐浩军本以为事情到此结束，却从迷妹团中发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这个人竟是自己前世的搭档兼好闺蜜李雪。她擅长找人和探知宝物，在团队里主要负责侦查。这女人出现在这里，难道自己被老熟人给盯上了吗？这个一脸温柔的男人亲手杀死了自己最好的朋友。5个人的团队最终只活下来了他一个人。原来就是陈阳将徐浩军骗进了必死的古墓，还将剩下的队友全部害死。当前世的仇人再次出现在眼前时，徐浩军知道自己复仇的时候到了。就在刚刚，徐浩军前往了7大古墓中的贪婪古墓。之前在街上，他曾偶遇了前世的伙伴李雪儿。这个女孩擅长侦查探宝，是团队中的千里眼尖神偷手。所以当李雪儿打扮成女仆出现时，徐浩军就知道这丫头想对自己出手，于是果断出手将李雪儿捆住。你要干什么？快放开我！并从他口中得知7大古墓中的贪婪将在京都出现。没想到在那里居然遇见了前世伙伴中的最后一人陈阳。他态度恭敬地向徐浩军递来名片，热情地表示会不计前嫌帮忙。徐浩军却一把撕碎了名片。我警告你，如果敢再出现在我面前，我会毫不犹豫地杀了你。原来陈阳曾经是团队中最受信赖的老五，他温柔热情，和所有人的关系都像家人一样。万万没想到这一切都只是表象，而他为了依附王会长这棵大树，在徐浩军的逃生宝物上做了手脚，这才导致了后面发生的一切。虽然徐浩军碰到乌鸦获得了新生，但这个仇他必须要报，于是也不再理会陈阳和尹时雨2人，领着刘宇轩就进入了懒惰古墓。结果没走2步就发现地上横七竖八的躺了一大群人，仔细一看，这些人并没有受伤，而是在呼呼大睡。大哥，你看这些人都躺下了，要不我们也待会再寻宝吧？刘宇轩一边说一边慢慢眯起了眼睛，他赶紧好累好困，好想躺平。懒惰古墓果然名不虚传，徐浩军只能将刘宇轩先拖出古墓的范围。老大，你干嘛？刚才那个位置不是很舒服吗？徐浩军一边翻包一边解释，这座懒惰古墓源于七宗罪中的懒惰，只要靠近就会变得萎靡不振，别的盗墓贼也是因此才会在地上睡大觉。所以徐浩军决定不走正门，通过爆破宝物的方式打出一条近路。而这次的幸运儿就是刚刚收复的阿努比斯。徐浩军使用十字架召唤出大黑狗，来吧，汪汪立大功的时候到了。阿努比斯一脸懵逼，我只是条狗，我能帮你干什么？徐浩军的手上闪烁起金光，你能帮我自爆啊？下一秒，古墓外层的墙壁轰的一声炸开。徐浩军将十字架丢给刘宇轩修理之后就走了进去，而里面金灿灿的宫殿让两人都忍不住停下了脚步。刘宇轩是在感慨这里的华丽，而徐浩军则是认出这里是古罗马赫赫有名的黄金宫殿。传说中暴君尼禄用一把大火将这里烧成了灰烬，说话间宫殿内真的燃烧起了熊熊火焰。也就是说，这次的宝物是尼禄之宝，他可是声名狼藉的暴君，手段肯定很残忍吧？徐浩军淡定地让刘宇轩灭掉火焰，尼禄残不残忍他不知道，但这些蜂拥而来的盗墓团成员很快就会知道他徐浩军有多么残忍。尹时雨大喊就是他，我们一起上。徐浩军却露出一个不屑的笑容，单手按在地面上发动技能古墓挖掘，一瞬间所有人都感觉到大地在不停颤抖，轰隆一声凭空炸出了一个大坑。这个挖掘还挺好用的，这要是挖掘考古学家们都要被气哭了。刘宇轩的话给了系统灵感，马上给徐浩军安排了让考古学家哭泣的古墓破坏者称号，挖掘古墓技能也进化成了破坏古墓。正好有一群盗墓贼从大坑上跳了过来，那就用你们试试我的新技能。紫色的电弧从徐浩军手中冲上天空，下一秒无数碎石从天而降。有了这个技能，古墓完全就变成了徐浩军的主战场。两人一路走一路破坏，竟然来到了一处昏暗的剧场之内，看样子尼禄应该就藏在这里了。话音刚落，二人身后突然降下了铁闸门，整个剧场也被彻底封锁。在冲天的火焰中，一阵狂笑声响彻整个剧场，哈哈哈！朕的观众们终于来了，欣赏朕的表演吧，给我赞美、敬畏、高声惨叫吧！徐浩军一边躲闪着火焰，一边感慨。
尼禄果然是个表演欲爆棚的疯子，他虽然是皇帝，却喜欢自称艺术家，不仅上台表演，还写过文学作品。可惜实力惨不忍睹，恼羞成怒之下，就将整个罗马都烧成了平地。徐浩军拿出一个眼镜，这是罗马系宝物河马眼罩，他想以小博大看看能不能找到和尼禄相关的线索。结果一道火球直接将眼镜打了下来。徐浩军捂着脸，很少见的吃了个小亏。而刘宇轩想用梵高的画吸走火焰，结果整幅画都被尼禄夺走。眼看两人就要葬身火海之时，尼禄突然惊喜的叫了进来：“竟然是你，徐浩军！”周围的火焰突然消失无踪，随后就看见一个挺着大肚子的男人走了出来。这不是写出那本《隐秘秘术》的作者徐浩军吗？欢迎你的到来，写出爆款作品的大艺术家。刘宇轩直接傻眼了，大哥写的那本垃圾小说居然在宝物界成了爆款。尼禄越说越激动，张开双手就想给徐浩军一个拥抱。朕看你的书都感动哭了，你的作品是那些人类永远都无法企及的存在，简直是神作。刘宇轩10000个不理解，我看的时候差点吐了，就那玩意也能叫做神作？尼禄捂着心口，一脸虔诚的表示：你们人类懂个屁，在宝物世界那本书的地位绝对无法撼动。而且你知道有多少粉丝正在催你更新吗？尼禄露出一个兴奋的笑容，只有你这样的艺术家才配成为朕的对手，就让我们来一场激情的文学对决吧。徐浩军和刘宇轩都是满头问号，说好的残酷暴君呢？而这个死胖子竟然要和自己比赛写小说，他是高高在上的罗马皇帝，现在却跪在地上哭得像个200斤的肥宅。只因徐浩军在无数宝物的见证下，当众读出了尼禄的羞羞日记，这样社死的场景直接击溃了他的内心。堂堂神级宝物只剩下一个想法：我是废物。原来徐浩军在懒惰古墓遇见了尼禄之宝物。作为徐浩军的粉丝，尼禄提出要和他比赛文采，看看谁是更受欢迎的大艺术家。刘宇轩都快笑疯了，大哥我支持你，用你的神作去打败对方吧。你闭嘴，写小说这事儿谁提谁死。怎么你不愿意和朕比试吗？看着气势汹汹的尼禄，徐浩军没有第一时间回答，他当然想收服这个神级宝物，却不想公开自己的黑历史。此时其他的盗墓团也涌了过来，尼禄发射火球帮忙干掉了一大批人，但系统传来提示，策略之宝物正在慢慢靠近，此宝物可以找到古墓或宝物的弱点。徐浩军猛地转头，果然看见米勒出现在了附近。如果再拖延下去，尼禄之宝很有可能会被夺走，于是只能先答应比试，代价却是让尼禄换个地方。被一通忽悠的尼禄居然同意了，身体化作光芒，刷的一下变成了一顶金灿灿的桂冠，要求徐浩军带自己去个环境优美的地方展开公平对决。两人来到夏威夷，看着远处王会长的豪华别墅，徐浩军露出了一个邪恶的笑容。来吧，我们的比试现在开始。尼禄对周围的风景很满意，但没有观众和评委怎么能行呢？徐浩军却让他放心，自己已经请来了大批观众。在尼禄宝物的影响下，懒惰之古墓重新出世，王会长的豪华别墅眨眼间就成了一片废墟。看着闪烁着珠光宝气的黄金宫殿，刘宇轩感觉比上次还要豪华。那当然了，朕就是要在最华丽的舞台上打败你。尼禄挺着大肚子出现，系统传来提示，已被困在黄金宫殿当中，在受到观众们的肯定之前无法离开舞台。尼禄的强大力量作用于宫殿，一切变得有利于尼禄。徐浩军没有丝毫慌张，插着都等待观众们入场。没错，他喊来了一大群宝物作为观众。原来徐浩军问尼禄在哪看的小说，我在网上追的连载，而且还打赏了。这下徐浩军明白自己屋里出了个内鬼。经过一番排查，最终锁定了嫌疑人徐福秋颖，是他把小说电子版传到了网上。这家伙的违法所得已经堆满了一整间屋子。徐浩军见他这么有商业头脑，就让蚯蚓卖门票吸引观众。看着坐满的剧场，尼禄非常开心，哈哈哈，这么多观众，我一定要一雪前耻。徐浩军满脸疑惑，我们才认识几天，什么耻不耻？尼禄指着他骂道，都是你害得我的作品没人看，只卖出去了1本，那1本不会是你自己偷偷买的吧？该死的人类，你快闭嘴！徐浩军和刘宇轩对视了一眼，想不到这个死胖子自尊心还挺强。这时有宝物跳出来说话了，我知道那本书叫《惊天地泣鬼神》的尼禄，完全就是没人看的垃圾。宝物们集体哄笑起来，直接给尼禄整破防了。他操控火焰，愤怒地要求大家给他好评，否则你们统统都要死。徐浩军一边抵抗火焰，一边思考如何战胜这个200斤的巨婴。最终他想通了，自己根本打不赢，不过可以想办法让尼禄认输，于是提出让他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让观众和自己都好好看看。尼禄很不屑，区人类你看得懂吗？需不需要朕帮你翻译一下？说着就丢来一个卷轴，还撂下狠话，你要是能读出来一句，朕就给你跪下。谁知徐浩军打开卷轴，当场念出了第一句：今天朕看到了鲤鱼走出村子，而且男女老少都在看着。尼禄瞬间惊了，这个人类居然认得宝物的语言，所有的宝物也被吓了一跳。被人类破解宝物的文化，这是不祥之兆啊！徐浩军缓缓朝尼禄走了过去，你不是要下跪吗？我知道你肯定不服，不过既然是要比文采，那我就来点评一下。我长这么大从没看过这么垃圾的作品，你真的写过东西吗？尼禄的心直接碎成了2半。作为皇帝，大家只敢给他鼓掌，所以一次批评的伤害只会更大。徐浩军继续嘴炮，你看到了鲤鱼就这，你想表达什么呢？狗血的都比这个强。尼禄气得捂住胸口，徐浩军却直接拿出笔在卷轴上写了起来，书名就要改，就叫《皇帝的烦恼》。尼禄吐槽这个也不好听啊，但周围的宝物们却鼓起了掌，感觉比之前的好多了。对呀对呀，徐浩军继续改动，宝物们继续喝彩。尼禄只感觉周围的所有人都在和自己作对，压力越来越大。他先是迷茫，然后愤怒，最终忍不住了，召唤出火焰。宝物们大骂尼禄不要脸，徐浩军却在这时候站了出来，这样胁迫他人根本就称不上合格的艺术家。他刺啦一声撕掉了尼禄的作品，叮的一声，系统提示尼禄的心碎，可能以后都无法写作品，需要接受治愈。这个200多斤的胖子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眼看就快要哭出来。
徐浩军走上前给他补上了致命一击，给你看看这些吧。他把当初兄弟们骂自己小说的话全部抄了下来。尼禄只看了一眼就大惊失色，捂着脸不敢面对现实。为什么会有人对艺术家说这种话？他们说的对，我是废物，根本不是艺术家。原本华丽的黄金剧场整个暗淡下来。系统提示尼禄失去了理性与承认自己的失败。徐浩军慢慢走上前去，来吧，乖乖屈服于我，说不定我还能教你写书呢，总比你放弃了要强吧。尼禄此刻已经心态炸裂，写不写书无所谓了，现在的他只想静静。于是乖乖的化作金冠纹身融入了徐浩军的胳膊。徐浩军刚下飞机就被全国女孩追逐，只因7大古墓中的色域将整个韩国都变成了派对现场。听到消息的刘宇轩流着口水马上跑了过去，谁知在色域的力量下，这些人居然连男人也不放过。原来攻略了懒惰古墓之后，徐浩军从电视上看到了韩国多位男性领导人失踪，他马上意识到这是色域古墓出现的前兆。色域古墓里面的宝物对应的历史人物是克莱奥帕特拉，也就是俗称的埃及艳后。一听这话，刘宇轩马上激动起来，大哥，你说的那个色域古墓，它是不是那种古墓啊？徐浩军一脸我懂你的笑容，却表示这座古墓其实并没有刘宇轩想的那么好，因为埃及艳后这个人很复杂，在历史上她是王朝最后的统治者，国家内忧外患极为严重。这女人就想到引诱罗马的凯撒大帝和自己结盟，可惜后来凯撒被刺杀，他的国家不久后也灭亡了。所以这个宝物喜欢的只有掌控权力的男人而已。艾尔琳却指着电视说道：“可是还有好多普通人也失踪了呀。”这样一说，徐浩军也感觉到很奇怪，于是决定亲自回国看一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吗？当然不行。艾尔琳很困惑，明明人家战斗力也很强嘛。徐浩军却让他乖乖待在家里，就是因为你抢宝物的副作用也会变强，所以要小心点。看到女孩有些失落，徐浩军又安慰了她一番，随后又告诉刘宇轩，这次你也不用跟着，我自己去。可恶，为什么不让我去？你小子吃独食是吧？还没出发你就这么激动，到了地方还得了？给我乖乖留在米国。刘宇轩哭了，但没有放弃，决定偷跑回韩国，见识一下色域古墓的厉害。另一边，徐浩军已经下了飞机，没想到街头早已是人山人海。这些人神色异常，穿着各异，显然已经被宝物的力量所操控。难道埃及艳后的宝物换口味了？正在他好奇之时，地面突然发生了剧烈颤抖，郁郁葱葱的山岭拔地而起，不好是古墓化，而且还是地上古墓。大量的男男女女就这样从城市被带到了荒山野岭当中。徐浩军感觉到了一丝麻烦，这力量显然不是他所认为的埃及艳后宝物。难道这里不是色域古墓吗？系统提示已被困在地上型古墓中，通关之前无法离开。徐浩军决定先观察一下四周，结果古墓里的宝物根本不给他机会。他狂笑着喊道：“大家都不要离开了，就像动物一样尽情享乐吧！”看着周围人突然兴奋起来的模样，徐浩军现在100%肯定这里就是色域古墓，而那些被影响的女人们已经将目光锁定在了他身上。这个帅哥是我的吗？闭嘴，他是我的！徐浩军马上跑路，结果闺房之宝物自行启动，原本就疯狂的女人们像开启了加速模式，以更加惊人的速度朝徐浩军跑了过去。这要被人流追上，徐浩军都不敢想自己会有什么下场，于是赶紧躲到了大树上。另一边，刘宇轩也来到了色域古墓，这里肯定会发生很多好事情。嘿嘿嘿，我来了！然而走了很远都没有看到人。这时他发现有几个男人正从旁边跑过，在听说前面有美女之后，也加入了这些人的行列。然而宝物的声音却突然出现，一群大男人找不到女人真可怜，让我帮帮你们吧！只见地面上窜出来一个大木桩子，他朝着人群发出大量紫色闪电。刘宇轩原本还担心这些人受伤，结果就听那木桩子说道：“你们看他多可爱啊，摒弃偏见，追求幸福吧！”刘宇轩哭着就开始逃跑。这色域之墓真的太可怕了。而在徐浩军这边，他从系统那得知，这里是流氓变钢铁和寡妇拥女之古墓。作为韩国民间传说，这两个角色的知名度肯定不如埃及艳后，但为何他们的力量会如此强大？不等徐浩军想出结果，女人们已经举起斧子开始砍树。他想使用神纹手链逃脱，结果一人一绳被古墓里的闪电直接击中，徐浩军直接摔倒在地面上。集美们快冲！他从树上掉下来了。而一个金发美女直接扑倒了徐浩军，舔着舌头表示：“我是第一个，你们要乖乖排好队哦。”